插播一条紧急新闻，近日不是在经历一场小雨过后，我正在医院里疯狂地往嘴里塞各种药品，不管是蟑螂药还是老鼠药，都一股脑地往嘴里胡吃海塞，只因我被校花柳如烟联手奸人陷害，感染丧尸病毒，即将变异。该死的柳如烟，老子是喜欢你的容貌身材，但老子也花了大代价了，好不？和物质的人，老子只谈钱有错吗？你非要和老子谈感情？操！还有那个李玉凤，不就是老子家世比你好，比你有钱，是你青梅竹马，自己要送上来，你特么就带头针对我啊！我还不想嘎掉啊！如果有来世的话，我一定低调做人，要苟起来，要长800个心眼子。还是变成丧尸了，腿好重啊，也僵硬了许多。不对，我居然还有人的意识，1+1等于2，50加50等于100。哈哈哈哈！我还活着，老子还活着。等下是不是丧尸还要验证一下？万一丧尸还是要攻击我，又回不了人类阵营，那还不如直接嘎掉算了。这是有病吧？都变成丧尸了还不老实，溜了溜了。不咬我，哈哈哈哈！天不绝我呀！虽然变成丧尸力量有所增加，但速度和灵活性变差了。这次我一定要吸取教训，苟到最后。现在的问题是，我既非重生，熟知末世走向，也没有小说主角的那种系统外挂，只有不怕丧尸这一个优点了。虽然我可以控制身体走快一点，但这才是一个丧尸正确的行走方式。就算有人看到，也不会察觉出我有什么异样。鬼知道这周围的房屋里有多少幸存者在观察丧尸。不远处传来几声人类的嘶叫声，大脑不断地朝他发着指令。前方就有美味的食物，令他感觉心脏都跳动了一下。他生生的想要止住继续前进的步伐。不行，我不能吃人。吃吧，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丧尸了，丧尸吃人，天经地义。对哦，我现在已经是丧尸了，那就吃吧。不行，我有以前的思维，我不能吃人。对，我要真吃了人，那不就真成丧尸了吗？吃，不能吃，能吃，不能吃。哎呀呀呀，你俩好烦呐！不要啊，快回来！哈哈哈，吃就对了。当逍遥走到面前时，一具骷髅躺在地上，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完整的血肉，都被丧尸分食了。而大脑由于被头骨保护，只被撕了皮肉，但脑组织完全，此刻已然尸变，只剩上下颌骨不断张合着。望着这一幕，逍遥心有余悸，有些庆幸。他敢保证，此刻如果面前是一具活人，他肯定会扑上去，因为现在他的大脑中有着一股强烈的遗憾。看吧，让你不果断点来，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去你丫的！看来在没有解决对活人血肉欲望之前，还是要离活人远一点。随后，逍遥再次回到医院，关上了门。经过2天的验证，发现丧尸平常是没有饥饿感的，一旦有活人气息出现时，大脑便会发出饥饿的指令，变得嗜血无比，就连他这个智慧丧尸也无法控制。经过这1个星期的观察，我发现丧尸只吃不拉，毕竟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丧尸蹲在街边拉过屎。也许丧尸将吃的都消化了，具体怎么消化的还有待考证。如果自己找到了能够代替的食物，吃饱后应该就能抵挡活人的诱惑了吧？总不能吃的撑死吧？反正我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被撑破肚皮的丧尸。随后，逍遥便来到了附近各大超市寻找生鲜牛羊猪肉。运气不错，还有店，不过可惜外面这些肉都已经被吃得干干净净，只能希望里面还有点存货了。哦，居然真的有！好，失算了，应该先把附近丧尸解决了的。不管了，先吃一顿再说。Later。也几个外已经没有了呀，还好我不用呼吸，不然肯定得被挤死在这儿。这个音乐应该是某些幸存者为了达到某些目的放的吧？现在出去，万一遇到幸存者，可就不妙了。老公，你慢点，别把丧尸大脑都破坏了。万一里面有尸囊，那不是浪费了吗？再凑3个，我也能变成进化者了。好了好了，知道了。进化者，尸囊，那是什么东西啊？难道就和小说里一样，丧尸的脑袋里会长出一颗蕴含能量的结晶？我干了，我自己都还没搞清楚自己的身体呢，你们就已经开始进化了。帅哥主角看多了，那这么丑陋的主角你们有见过吗？本来变成丧尸已经够可怜了，怎么进化之后离人的道路越来越远了？
我头发呢？我先去找点吃的，你们先去把那边那些丧尸都解决掉。是，老大。我说你们倒是反抗啊！难道丧尸吃成了真就这么迟钝啊？我吃饱了，你们去吃吧，我来找食囊。是，老大。哼哼，运气这么好，第一个就有食囊。镇定，我要镇定，我还有机会的。就是现在！老公，你在哪？咦，哪去了？老公，老公，你怎么了？你快起来啊！你怎么了？谁？是谁？小六，去看看周围有没有遗漏的丧尸，我要为你陈哥报仇。嫂子，老大他已经是一阶进化者了，我觉得能够杀害他的肯定比老大要强。我觉得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怎么？陈栋刚死，我就是还不动你们了。好吧。我也不想的，但是只能死到有不死频道。嫂子，整个超市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嫂子，六哥，此地太过诡异，我们得赶快离开。没错，咱赶紧走。反正我们已经知道了怎么成为进化者，留得青山在。丧尸脑袋里的尸囊吗？突然一阵莫名的异香从手心传来，散发着极度的诱惑，让逍遥有了强烈的进食感。他张开手，发现是尸囊被他捏破，液体沾了一手。不知什么时候，他的手已经不自觉地将尸囊放入口中，大脑传来极度舒爽的感觉，这股舒爽感传达到了全身。可以确定我的身体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只是太过细微，不过这肯定是好东西。想到这里，逍遥便开始对附近的丧尸脑袋下起了手。在一连撬开好几个丧尸脑袋后都没有发现尸囊，逍遥得出一个结论：看来拥有尸囊的丧尸并不多，概率应该只有1/10吧。或许是要进化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尸囊。啊，对的，刚才他说还差3个就可以进化，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身上有好几个？哦，居然有7个，全部吃了应该会有些变化吧？我肝不会吸食过量吧？活过来了，感觉身轻如燕了。果然，丧尸也可以进化，可以变强。现在我的力气估计比正常人类大了2-3倍，速度也要快一点点。我的皮肤怎么都裂开了，整个肌肉组织暴露了出来，就像被剥了皮一样。怎么进化之后离人的道路越来越远了？我头发呢？卧槽，怎么连那里的毛也没了？累了，毁灭吧。李哥，明天我想要洗个澡，可以吗？那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真的吗？当然了，我也希望你每天都可以洗得香喷喷的。李哥，你真好。嘿嘿。好，炸弹！要不起。经过了半个月的努力，酒店包厢所在楼层的丧尸都被他们清理干净了。这对于拥有智慧的人类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而在经过了一些难忘的经历后，一干女同学也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想要吃饱肚子，就必须有所付出。而在清理了整个楼层后，几个男生都分到了独立的房间。这些男生末日前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对于男女之事充满了向往。以前不敢，但现在没有了约束，有了第一次后，便仿若上了瘾一般。不过好在男生们外出拼命，肯定会有所减员，倒没有出现为女生大打出手的局面。我和逍遥比，谁强啊？当然是你强了，逍遥他短小无力，哪能跟你比啊？嘿嘿。曾几何时，我需要对这么一个穷学生百般讨好，说着违心的话，仅仅是为了活着，为了洗一个澡。哈哈，睡吧。哪来的手机铃声？停了，估计是哪个丧尸身上的吧。你干嘛？哎呦！外面有动静。哪个沙比都说了要安静。
我叫肖大力，我以为变成一颗红焖卤蛋也会有人喜欢看，要不是这集我戴上了头盔、面罩和手套，我差点就信了。怎么了？外面全是丧尸，全是。那就再清理一遍啊，跟以前一样。你懂什么？楼道里面密密麻麻的丧尸，是以前的10倍，10倍，怎么清理？那怎么办？我他妈怎么知道？明明酒店里的丧尸几乎已经清理干净了，能够进出酒店的门也全被我亲手锁上了，这么多丧尸是哪来的？酒店远处，逍遥望着前方密密麻麻的丧尸，心里冷笑着。当晚就有人在猝不及防下打开房门，被丧尸冲进了包厢，惨叫声响彻寰宇。逍遥听出来，其中就有班主任的声音。为人师表，却在末日后带头欺辱女同学，甚至任由李玉峰他们祸害自己。哼，已有取死之道。后面的几天里还算平静，此刻的逍遥已经坐在了一辆废弃的车内。突然一声闷响传来，逍遥听出来那是有人跳楼，身体砸向地面发出的声音。逍遥的目光看过去，发现正是柳如烟。抬头望去，柳玉峰正从窗户里朝外看着，脸上充满了懊恼和绝望的神色。自柳如烟选择跳楼后，整个包厢就只有他一个人了。外面是无尽的丧尸，里面没有任何物资，饥饿、孤独无时无刻冲击着他的内心。最终他学着柳如烟的样子一跃而下。弥留之际，他看到一个面目可怖的人，低头居高临下的望着他。随着李玉峰的身死，逍遥心里的仇恨便随之烟消云散。酒店里虽然还有幸存者，但这对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他现在想要回家，回到那个有亲人味道的家。这几天击杀那么多丧尸，但在吃下最初几个尸囊后，再也没有那种极度舒爽的感觉了。估计尸囊对我没作用了吧？不过好在吃下那几个尸囊后，我感觉自己又强大了很多，而且身上的皮肤都已经全部退掉了，甚至发现我已经可以使肺部轻微变形，挤出空气来发出怒吼。这对于普通的丧尸具有一定的威慑，可以使周围的丧尸感到恐惧或是直接逃离。而且我还可以控制10米内丧尸做出简单的动作，或许以后自己变得更强的时候，范围还能扩大。随后，逍遥来到了附近公安局内找枪，而自从有控制丧尸的能力后，他便一直在周围控制着7、8只丧尸环绕自己。大门都大开着，丧尸自由穿梭，这就意味着这儿已经被丧尸攻占了。10多天前，我还依稀听到过这有传出枪声，估计就是因为枪响，所以才吸引了更多的丧尸向这里聚集。还以为这会戒备很森严，没想到这么顺利，估计是因为没人会蠢到来公安局犯罪吧。这么多武器，这下花了，还有一把狙击步枪。不过我一个人带不了多少点走啊。都末世了，还背着这么大一个包，就你了，替我背子弹吧。随后待逍遥再次踏出武器库时，已是全副武装了，老远看起来更像个特种兵。随后在回去的路上，发现了一只进阶过了的丧尸拳。真不愧是我啊，一枪就中。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能量结晶？又是那久违的舒爽感，看来这种结晶只要吸收够多，就可以迈向更高一阶了。随后逍遥继续赶路，终于在接近凌晨的时候，看到了小区那几个熟悉的大字。在回到自家的独栋别墅后，又把所有武器都整理放在了地下室内。接下来又花了整整1下午的时间，外出寻找汽油发电机、电瓶等必需物资。入夜后，逍遥一个人蜷缩在客厅沙发上，手里捧着卫星电话发呆。在末日爆发前2天，他的父母便去往了 M 国谈生意。没有回家前，他想回家，而此时此刻，他又不敢去拨通那个熟悉的卫星电话了。父亲比自己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这偌大的家业可都是父母一手打拼出来的。虽然父亲已经年过40，但说起各种本事来，我肯定是拍马也赶不上。只要他们不是很倒霉，一开始就被感染，那么活下来的几率还是很大的。再打一遍，末日啊！他们电话肯定调了静音。没人接吗？是啊，末日啊，哪有那么好的运气？或许自己一家人的运气都让我一个人用光了。经久之后，电话突然响了一声，逍遥激动地接起来，里面传出一道轻柔的女声：“喂，儿子，是你吗？”我妈还活着。逍遥很激动，但却只能发出一声叫：“小飞，你说话啊，是你吗？我是妈妈啊。”哎呀，你这婆娘，能打过来的肯定只有小飞了，她不能说话，肯定有不得已的苦衷。电话给我，我来说。哈哈，是老爹肖大力，感谢老天，让我爸妈还活着。你应该感谢的是导演逍遥动画君，感谢作者砥砺风。喂，臭小子，我知道是你，要真的是你的话，你就叫2声。哈哈哈，看，我就说是儿子。会不会是巧合啊？简单，我再问问，臭小子，你老爸我今年多少岁，你就吼多少声？谁说这主角丑？
这主角可太帅了！光头破坏！臭小子，我和你妈在这很好，这儿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并不大，所以相对来说还要安全一点。法克，肖还在磨蹭什么？首领通知要出发了，赶紧的。OK， 这就来。臭小子，你老爸又要去拼命了，你一定要努力活下去，我相信你可以的。有空我再联系你。父亲在末日前那是何等威风，见再大的官员富商都有足够的底气。但是现在，父亲却在讨好那个外国佬。看来父母在安国过得也并不容易。要想在这末日中好好活着，就必须要有实力，必须要成为进化者。可是我该如何向父母传达成为进化者的秘密呢？看来现在只能寻找幸存者来帮我传递信息了。4日，逍遥带上各种工具、枪械与食物，便离开了别墅。这些对他而言唾手可得的食物，对于其他幸存者来说，可谓是人间美味、救命的食物。他相信，仅凭这几瓶罐头，就足以让一些人臣服了。逍遥在小区内观察了几个小时，并没有看到令他心仪的幸存。既然要收追随者，那必须得是个美女啊，而且年龄还得和自己差不多。我去，这要不就选她了。这是啥情况？我操，我都还没吃过人呢。还好我现在已经进阶过了，虽然眼馋，但还能控制住。既然这么逆天，那就拿你来炼伤吧。看看周围还有没有幸存者。哎，还真有一个。这么精致的妹子，居然还和自己同一个小区，以前咋没注意过呢？就你了，妹子，别跳，哥来救你。哎，那居然有个人，是军人吗？刚刚在楼下，那些丧尸为何不攻击你？刚刚有点兴奋，忘了去伪装了。你能把头盔摘下来吗？那你有吃的喝的吗？求求你，给我，你想做什么？等我吃饱好吗？你想要做什么都行，让我吃饱，求你，求你。这个人不知道饿太久的人不能吃太饱吗？做什么？我倒是想，只是现在，还好我还带了点容易消化的八宝粥。一罐八宝粥很快就被女孩吃喝干净，她丢掉了手里的风罐，目光继续在路飞脸上和她手里的食物间游离。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人会在末日里带着自己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无非就是看上了自己的容貌身材。父亲尸变前让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与其让他恼羞成怒，还不如自己大方一点。听说那个很舒服，不过可能会有一点点疼。你想要做什么？我不会反抗的。难不成要让我主动？别把我想的那么龌龊，就你只是想让你帮我个忙。你不能说话。什么忙？我并不认为我有能力帮你。你也看到了，再过个1-2天，我就会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也不敢出去寻找食物，因为我知道出去就是必死的局面。先前若不是你，估计现在我已经解脱了。你已经看到了，我不能说话，所以我想让你给我父母传话。就这么简单？因为传话的内容涉及一些隐秘，暂时我还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现在你有2个选择。第一，我可以选择个方法，不将秘密泄露于你，我箱子里的食物就当给你的报酬，完事后我俩两不相欠。第二，你可以选择依附于我。其实说实话，以你现在的状态，只要我离开了，绝对活不过1周。不过若你选择依附我，就得保证绝对忠诚。若是有一天你背叛了，我定让你生不如死。其实你还有一个办法，用完我后直接灭口。这的确是个好方法，但我不想用。为什么选择我？你看起来养眼啊，每个男人都喜欢年轻貌美的女人，我当然也不例外。那你刚才为何拒绝？难道我还要跟你说我是丧尸，根本控制不了那里吗？既然做不了禽兽，那就做个君子。君子不趁人之危，你选哪个？或许他真的是个正人君子吧。如你所说，没有这顿饭，我肯定就饿死了。你已经救了我一命，跟着你是我最好的选择，所以我还能再吃点东西吗？你饿太久了，一次不能吃太多，胃受不了可能会致命的。原来他不是在用食物要挟我啊。接着二人交流了一阵，逍遥得知女孩名叫林鹏，末日爆发时家里只有他和父亲，有着父亲的呵护，在末日爆发后也不至于饿肚子。但5天前，父亲被几人用带病毒的武器给伤到，父亲含着泪将自己反锁进卧室。至此，林巧妮的噩梦便开始了。在二人沟通好细节之后，逍遥便拨通了卫星电话。儿子，是你吗？妈，我是逍遥。儿子，你怎么变成女儿了？不是，阿姨，我是他朋友，他就在我旁边，因为遭遇火灾被呛坏了嗓子，所以让我代为转告。阿姨，逍遥说让叔叔说话。
臭小子，找老子我干嘛？叔叔，您那边说话方便吗？就我跟你吗？叔叔，他说接下来的话非常非常重要，您一定要重视。好，你说，我听着呢。叔叔，逍遥说丧尸的脑袋中会有几率产生一种叫尸囊的东西，凑齐10个后吞服，再感染丧尸病毒，将会有大概率成为进化者。进化者？顾名思义，就是那种电视小说中的能力者。具体的数据他这边还来不及去深究，但肯定会比普通人强很多。原来他是进化者，怪不得能从对面过来还安然无恙。若是我也成了进化者，那就不用依靠别人了，还能为爸爸报仇。他还说您那边可以准备好尸囊，万一受伤就可以直接使用了。知道了，臭小子，你就是胆小。对了，你妈让我问问你到底怎么回事，严重吗？没事的，阿姨。逍遥他现在已经是进化者了。随后双方又聊了一会儿，便挂断了电话，将信息传递给父母后，逍遥的心情也舒畅很多。哥，那个，我能成为进化者吗？就你这渣渣的意志力，还有弱不禁风的体格，我估计变成丧尸的概率得有90%。那怎么办啊？简单，锻炼啊，磨练意志力，等到合格了再用尸囊。当然，最大的原因还是怕你成为进化者，脱离我的控制，所以最好等我达到下一个层次，你再进化。来，小亮，给他整个活。光头还不错嘛，居然忍住了。哥，这是什么？你等会多穿2件衣服，然后套上这个，我们离开这儿。哥，我爸爸就在里面，您能帮帮我，让我再看他一眼吗？随后逍遥暴力踢开了门，却发现卧室里空空无也，根本没有什么丧尸。林巧妮瞪着双眼，再次坐在地上，脑海中浮现出5天前的画面。巧妮，别怕，爸爸会一直在身边陪着你。几个日夜，每当他害怕时，便会想到父亲在隔壁卧室陪着他，把他在几度崩溃的边缘拉扯回来，却没有想到父亲为了不伤害到自己，在尸变前就已经跳楼。哥，你确定在衣服上弄上丧尸的污血就不会被咬了吗？现在就是锻炼你胆量的时候了，跟着我在丧尸群中穿梭，不要出声，更不要大口呼吸。随后二人有惊无险地回到了逍遥家中。哥，原来你就是逍遥啊，怪不得我听起来这么耳熟呢。早就听说过市一中那个风流少爷了，最喜欢用钱来俘获女生芳心，您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啊。不过倒是奇了怪了，你现在怎么转性了？原来我这么有名吗？那为什么我没在学校见过你？因为父亲在这里买房子的时候特意做了调查，重点嘱咐我这个小区最不能招惹的几家混小子，说我要是被你们这些大少给霍霍了，他也无可奈何。而且我家才搬来1年，我就还没转学。原来如此，我就说怎么可能漏了你？至于为何转性，实属无奈啊。你先去洗个澡吧，别把我家弄脏了。好。哇，逍遥哥哥用纯净水洗澡，这也太奢侈了吧！就在早上，哪怕就是这么一口纯净水，我也不会想着跳楼了。那明明是你太废了好不好？你老子都给你把整个楼的丧尸清理干净了，你还不敢出去？现在我要先想办法把地下室内的枪支弹药藏起来。还好父亲当初在装修别墅时，便在地下室的基础上又修建了一个储藏室，用来存放一些机密文件和贵重物品。不过那个门采用的是电子密码锁，现在只能趁他晚上睡着了，再去用发电机改造电路了。哥，我好困，能先去睡一觉吗？谢谢哥。随后的10多天里，逍遥每天都在外出猎杀一阶丧尸。然而，拥有尸囊的丧尸本就非常少，因此一阶丧尸出现的概率也就更加低的可怜。都快1整天了，就找到这2个，看来小区内的一阶丧尸已经非常少了。明天要去远一点的地方收集晶核了。哥，您回来了，累坏了吧？快来吃饭。哥，你不吃吗？自从我见到你，就没见你吃过东西，连水都没喝过一口，你不饿吗？我已经吃过了，你吃吧。虽然逍遥每次外出都有在刻意的隐藏自己，但回到别墅他还是有些放松了警惕。而且林巧妮也在别墅的院子中留下了身影，更加避免不了有心之人的觊觎。计划昨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要理会别墅周围的丧尸，直接潜入别墅，控制别墅里的那个女人。4日天还没亮，逍遥便出去了。林巧妮起后吃了些东西，便又开始了1天的锻炼。虽然不知道他每天在外面干什么，但回到别墅身上总是沾满丧尸的血肉，我一定要尽快成为进化者，帮助他，并且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你们是谁？不想死就给老子闭嘴！迅速检查别墅，若有危险，及时发出预警。
敢喊叫我就杀了你！别墅里平常都有几个人？7、8个吧，都是我男朋友的家人，他父亲、大舅哥什么的。闭嘴！我早就了解清楚了，别墅里就你们2个，再说一句胡话，老子杀了你！知道你还问我？他去哪了？找吃的啊，不然我们吃什么？他的枪是哪来的？捡的。真的是捡的，不然还能从哪来？反正他是这么给我说的。别墅里的枪械藏在哪？不是大哥，那是枪啊，不是大街上的树叶，说捡就捡，当然被他带出去了，哪还能藏在别墅里啊？那他什么时候回来？不是哥吗？你上班都做不到准时下班，你还指望在末世能有个准时准点什么的啊？好像好有道理哦。哥，还有些时间，你看。哥，还是你先来，我们兄弟排后面。你们不要乱来，我男朋友很爱我的，他有枪。说实话，就你们拿的这几张破弩，他一梭子下去，你们体重都得长半斤。小姑娘怎么说话呢？我哥可是进化者。进化者？要是你哥真那么厉害，为何还要缠我家的枪？你这妮子攻击性怎么这么强？你们如果伤害了我，他肯定会恼羞成怒的朝你们发泄怒火。我没事，他还会顾及一下我感受。我若被你们糟蹋了，他便毫无顾忌。说实话，在他的眼里，你们就是渣渣。确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不会在乎一个被3个男人糟蹋过的女人。而且万一在做那事的时候，他回来了，那就糟了。另一边，逍遥因为小区附近的一阶丧尸已经很少了，便来到了更远的地方探索。此时已收获3枚能量结晶，正站在街头寻找下一个目标。运气真不错，第4个晶核。等等，那是什么？这个家伙估计已经有2阶实力了吧？惹不起，先溜。好了，你不是要咬我吗？老子让你咬！还好这次出门还带了这把散弹枪，不过这下也不能用了。爬行者的头骨异常坚硬，随后逍遥费了好大的劲，还撬开了脑袋。一番捯饬后，一颗1阶能量结晶出现在手上。这颗能量结晶颜色都快不一样了，看来已经无限接近2阶了。先找个地方把今天的成果都吸收了。散弹枪也坏了，若再遇到类似爬行者的生物，可就真的完犊子了。还是先回家压压惊吧。你们的计划有问题。屁！难道我们3个男的在偷袭的情况下还搞不定你男朋友？计划再好，鱼儿不上钩怎么办？你什么意思？每天他回来时，我都会在别墅门口迎接。今日若是我不在，你们觉得他不会心生警惕吗？能在末世里活下来的，每天都在和死神抗争，所以一定会非常谨慎。真如他所说，那确实有可能。我很好奇，你为何会提出来？他可是你男朋友。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更别说是在末世了。只要有本事，能活着，还会缺女人吗？再说了，我和他认识的时间也不长，你觉得他在警觉后冲进来救我概率有多大？没错，如果换作是我，估计也不会冒这个险。所以说，我是在为自己着想，跟着他或是跟着你也没什么区别。不过，我觉得大哥你是进化者，若再加上枪械，那便是如虎添翼，所以我感觉跟着您更有前途。如虎添翼，哈哈哈！好，这个词用得好。良禽择木而栖，我也想攀个高枝，但我这样做也不是没有要求。什么要求？我只求大哥不要让他们染指我。哥，不要听他的，万一他耍诈怎么办？对了，大哥，我其实还是个厨哦。哥，你听，这怎么可能？2人每天朝夕相处，我就不信那人忍得住。是吧？我自己都不敢信，他救下我已经10多天了，愣是一下都没有碰我，说什么温柔乡就是英雄种，在末日要时刻保持最佳的状态来面对危机，还说什么他自己是正人君子什么的。依我看啊，他估计就是个性无能，不过这倒是便宜大哥了。嘿嘿，此话当真？哥，不能信啊，万一他骗我们怎么办？是不是真的？大哥你以后试试不就知道了。少废话，我自有定夺，给他松绑。哥，松绑。希望你不要耍什么花样，否则我让你生不如死。放心啦，大哥，我不会拿我的生命去开玩笑的，你们就喂吧。他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回来了。
顶级一阶的晶核吸收起来虽然较慢，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还不足以令我进入2阶，不过我现在已经能明显感觉到力量和速度都有所增加。如果有戏份的话，那么现在我应该已经踏入了1阶后期的程度了。他来了。如果不是你，那我也活不到现在了。父亲时常教导我知恩图报，今天我就把这条命还你了。逍遥，快跑！有人想要杀你！臭婊子，你敢骗我？快跑！有人要杀你！他们3个人手持铁弩，还有一个是进化者，快走！你这个样子，叫我怎么走？我逍遥虽不是什么好人，但也有自己的原则，好吧？逍遥哥，你走啊！你快走！他们有3个人。这人怎么回事？脖子上插根线，还生龙活虎。那小牛将你说的那么厉害，我看也就一般般嘛。该死，为何以前不和父亲学些格斗术呢？这家伙战斗技巧看起来像是当过兵的。如果我有那只爬行者那样的战斗本能就好了。逍遥哥，怎么样，小牛，你的依靠不行哎，就这样被我踩在脚下。哥，你逍遥哥，哎，是你吗？不是大哥，你血都变成黑色了，马上就要尸变了喂，就连纹路都出来了，他们的剑上有尸毒的。我不是跟你说过地下室有给你准备的尸囊吗？本来想提醒你，但是你闭眼是几个意思啊？现在这个样子打个字都费劲，还能变回去吗？林巧妮，生死攸关的时刻来了，挺住了，你就能获得新生；挺不住，我就会抛弃你，然后再找一个能陪我说话的人，一切看你的了。哥，这次若是我能挺过来，不论你是什么，我都做你的女人。若是我变成了丧尸，那拜托你杀了我，然后将我送回家。我想我的床了。好，你一定要挺过去。要知道，我的人生活条件可是相当优渥的。但你若是没挺过去，抱歉，一个没有任何作用的丧尸，我也只能丢了。我是没有时间送你回去的。哥，谢谢你。去你呀！丧尸可不咬我。哥，你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哥，我这是成功了吗？我现在算是进化者了吧？来吧，展示。哥，你看，比以前高了这么多，看来我已经是进化者了，哼哼。哎，进化者之间亦有差距，再好好练练吧。可恶，让你小子给装到了。哥，能给我说说你的情况吗？我想多了解你一点。准确来说，其实我是一只丧尸，一只拥有人类思维的丧尸。丧尸？后悔了，我记得某人说过要做我女人的。怎么可能？你若不弃，我便不离。停！你俩给我玩尬的是吧？重新来一遍。随后逍遥出去清理那3人的尸体。此时卫星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哎，喂，叔叔吗？我是巧妮。哈哈，小妮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叔叔现在也是个进化者了，老牛逼了。真的吗？那恭喜叔叔了。逍遥呢？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告诉他这个消息了。您稍等，我去找他。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叔叔他也成进化者了。叔叔，逍遥说他很高兴，恭喜您呢。还有个好消息，我已经解决了原来的首领，取而代之了。等这2天攻破小镇警局，就能完全控制小镇了。然后以小镇为基础壮大势力。总有一天，我要让这 M 国的天性小儿子，等我把丧尸王头颅打碎的那一刻，就是我们父子团圆的时候。打碎谁的头？我的吗？没想到末世了，我爸的野心比以前更大。不行，命只有一条啊，得劝他低调些为好。叔叔，逍遥说还是低调一些好，末世路上举世皆敌啊，稍有不慎，满盘皆输。低调个屁！没有实力才低调，有实力还低调那叫装逼。儿子，小心没有错，但不能因为谨慎而失了野心。一个人武力再高，也敌不过一方势力的运作。
以前你没有野心没关系，但现在爸不在你身边，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现在多好的机会啊！你知道病毒为何会让人变成丧尸吗？你知道使人进化的原理吗？你知道这1个月来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有多少势力在悄然崛起吗？别想了，你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但若你掌握一个大势力，其中各种人才就会为你所用，替你去探究各个领域的奥秘。偏安一隅终会使你落后于世界，人类不会灭亡。若你老子我不死，终究会站在世界的金字塔尖。死鬼，你又在给你儿子灌输你的野心论了。我说萧大力，你飘了啊！小飞，别听你爸的，你好好活着就行。好了，不说了，你老子我要睡觉了，明天还要去清理警局的丧尸，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叔叔的想法还真是惊世骇俗啊！不过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个理。一个人的力量终是有限的，就像现在收拾个尸体还要哥你亲自动手，若是咱有许多下属，这些琐事还用得着自己来吗？那还不是因为你太废了。哥，今天叔叔和我都成了进化者，算不算双喜临门啊？咱得好好庆祝一下。还双喜临门呢，老子今天差点死2次。哥，你还是不吃吗？那你吃什么啊？不会每天出去都是在吃人吧？那不吃东西你不会饿死吗？要是丧尸能饿死，那过个1-2年人类被吃光，丧尸也饿死了，你觉得可能吗？好像确实不可能哦。随后林巧妮继续吃东西了，逍遥则陷入了沉思。父亲的话给了他极大的震撼，颠覆了他近1个月以来既定的战略方向。我想好了，我也要组建自己的势力。哥，你决定了？只是让我一个丧尸领导人类，听着有些扯淡啊！他们会服从一个丧尸的命令吗？而且我还不能说话，怎么去建立势力啊？真是伤脑筋。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你是丧尸啊？这件事以后就是咱俩之间的秘密了。市面上有那种真人面皮，戴上后就和真人的皮肤差不多，我觉得你可以找个来试试。至于不能说话，那也简单啊。如果哥你信得过我，我当你的代言人，你时刻保持着神秘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带来足够的压迫感，更好的控制人心。果然父亲才是正确的，很多细节一个人根本无法面面俱到，但多个人思考就能多出更多的解决方式。还有什么想法可以说说看？想法当然有了。哥，你还能变成早上的那种怪物吗？这是什么能力啊？说起能力，逍遥在心里审视了一番。随着最近吸收不少的能量结晶后，除了力量和速度有所增加外，还有威慑与控制能力的范围和效果也明显有所增强。至于变身爬行者这个能力，难道说自己想变什么就能变什么？那我把左手变成一块能够抵挡子弹的盾牌，岂不是就无敌了？看来不行啊，估计是和我吸收了爬行者的晶核有关吧。应该还能变成那个样的，要不我再试试。哥，以后这个能力能不用就不要用，有暴露的风险不说，还很吓人的，万一暴走了怎么办？确实，变身那一刻我就只想撕碎面前的人，吃了他的脑子，感觉大脑真的很美味呢，仿佛自己又拥有了味觉一样。不过估计是因为进化者缘故吧，仅仅一个脑子就补充了我变身所消耗的能量，让我可以忍住不对林巧妮下手。夜晚，逍遥再次外出，搜寻了些林巧妮提到的物资，还寻到了一副合适的真人面皮，戴上后虽然看起来有些僵硬，但至少像个人了。2天里，林巧妮一边休养恢复腿伤，一边和逍遥制定了各种含有某些特殊意义的动作。第3日，2人则穿戴好了装备武器，在身上涂抹了丧尸血液，开始了对小区周围丧尸的清理工作。现在离别墅已经有一段距离了，可以开始了。10米的距离，说远也不远，但逍遥还是打偏了。孩子，这并不好笑。尽管有消音器，但还是发出了轻微的声音。周围的丧尸纷纷转过身，朝着2人走来。随后，逍遥发出一声轻微的乐，半径15米内的丧尸纷纷停下了脚步。丧尸受到伤害，威慑技能失效，朝着林巧妮奔来，让他心生警觉，慌忙连开2枪。第一枪击中了丧尸的胸部，第2枪直接飞到天上去了。他大惊失色，要不是逍遥再三叮嘱不能发出声音，他早就喊出来了，转身欲逃。这时一声枪声传来，一颗子弹飞进了丧尸的侧脑。林巧妮见状也不甘示弱，不管能不能打中丧尸的脑袋，开枪就是了。接下来的时间里，2人逐渐的向远处推进。推进一段距离后，逍遥带着林巧妮躲进了道路旁的草丛中，等待周围的丧尸群平静后，折返回去收集尸囊。哥，我表现还不错吧？ 你都是进化者了，要还是双腿发软，都对不起我对你各方面的锻炼了。
而如此大的动作，当然瞒不过躲藏在小区各处的幸存者。不过思想已然转变的逍遥并不在意了，若是有人求救，他也不介意做回英雄，毕竟想要建立势力，得有人啊！喂，救救我，求你们了！终于来了。这就是末世吗？除了丧尸，还有来自各种形形色色生物的威胁。巨鹰越飞越高，女子害怕极了，却又不敢挣扎。如此高度掉下去，肯定摔成一滩肉泥了。而肩胛骨被锁，双臂又动不了。慢慢的，女人认命了。巨鹰带着她飞到了大山里，这是块天然形成的岩石平台。女人瞪着眼睛，瞬间明白了将要面对什么。平台上几只篮球大小的雏鹰已经张着嘴巴，嗷嗷待哺了。女人的嘶叫声回荡在整个山谷。小区另一栋复式楼内，7、8个人望着一个50多岁、有点谢顶的男人，心有余悸。尤其是李霞，先前他们也想打开窗户呼救，但被王教授制止了。虽然不知道那个女人会面对什么，但下场绝对很惨。教授，谢谢。没事，大家肯服从我的安排，我肯定会为你们负责的。教授，您看那2人会不会就是您说的军区安排救援您的人啊？应该不是，他们的枪械看起来是出自公安系统。没关系，他们是警察就有义务保护我们，更别说还有您这个院士级别的生物学教授了。没错，王教授您可是人类的希望，末日病毒的研究还得指望您呢。哼哼，小张，去找张白纸来，写上求救信息，贴在窗户上。是，教授。只要听我的话，你们会活下去的。假面骑失手亮相，一举爆头2阶变异丧尸，拯救幸存者们于水火之中。末日爆发后，王教授利用各种方法击杀丧尸，例如将门掏个洞，让丧尸只能钻进脑袋来，又或者将楼板砸通，连接上下楼等。他利用聪慧的头脑和能够让军队救援的身份，使大楼内的10多号幸存者以他为尊。因为掌握着物资分配的权利，幸存者里的女人都想要分得更多一些，总会在夜深人静之时走进他的房间。以前有身份和家庭羁绊的他，根本不敢做一点出格的事情，但现在就算作风有问题，也没有纪委来查了。此时，另一栋复式楼里，一个男子愤怒地朝着脚下的女人咆哮着：“臭娘们，你要干什么？”刘凯军，外面已经有警察在清理丧尸了，你做的好事就要曝光了。都是汪龙他们做的，和我没关系。我告诉你们，别用这副眼神看老子。那小海呢？他还只是个5岁的孩子啊！我都说了，是他精神出了问题，跳楼了。是吗？整个大楼和地下车库的物资几天前就被汪龙他们搜刮干净了，我们都饿了好几天了。但我看你还挺有力气啊。没错，自从他们走后，你一块面包都没有给过我们，凭什么让我们听你的？凭什么让我们伺候你？等警察来了，我们就要举报你这个食人魔。你终于不装了吗？姐妹们，快逃！你们都死了，就没人知道我的秘密了。就算外面的警察不救我，你们也足够我生活一阵子了，哈哈哈！别杀我，我不会说的，我不会说的。我不信，真的，我发誓。若是你能在他身上咬下几块肉来吃，我就不杀你，这样我们就是一类人了。不行！吴梦娇，你不是很饿吗？吃吧，只要一口就能让你胃里舒服一些。只要一口，你就不用死了。对，就是这样。你很渴，喝吧。对，你还很饿，快咬吧，快吃一口。哥，我们为什么要来超市啊？咱也不缺物资啊。咱俩辛辛苦苦清理了小区里的丧尸，难道让他们下来占领超市啊？有吃有喝，他们凭什么请我们的？我们是要组建势力，又不是建福利站。教授，他们怎么可以对我们的求救视而不见呢？是啊，教授，怎么可以这样啊？他们可是警察。有可能是他们累了吧？外面的丧尸已经很少了，我们也可以离开这里去超市。末日了，这些物资是属于全幸存者的。教授，这样出去是不是太冒险了？外面可不像大楼里有各种掩体可以利用啊。不出去，我们还能饿几天？那我们还有力气出去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可是今天我观察过，他们衣服上沾了丧尸血，我才可以骗过丧尸。我们也可以学他们，今晚休息一下，明天离开这里。有谁不想走的，我不勉强，但留在大楼里肯定是死路一条，你们自己考虑清楚。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没有人还能保持最后的人性。你不必自责，
明天我们要出去，我希望你在这期间调整好心态。若明天你还是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老子不介意弄死你自己去。次日，超市内，逍遥正在擦拭着枪支。昨晚他连夜回了趟别墅，又取了些枪支弹药过来。幸存者等会可能要来，所以我必须要保持绝对的武器优势，才能让他们难生诡异。首领，目标出现。林巧妮，你在搞什么飞机啊？这是我昨晚在书上学的，要想在幸存者中确定您的地位，就必须要我这个最亲近的人以身作则，树立个您高高在上的形象。门外几个健壮男子负责开路和殿后，将其余人护在中间。哥，你看那边，这铁弩和前些天那些闯进别墅的人所持的一样哎，是同一拨人吗？哥，快看，那边那只丧尸有点奇怪。二阶丧尸，而且也是和爬行者一样变异过的，另一只手臂还化成了骨刃类似的东西。那是什么？就是2个跟我们一样的普通幸存者，能不能不要一惊一乍的？你见过哪个丧尸会使用工具？又咋了？你们快看那边！哥，一定要击中啊，不然就只能带着林巧妮逃了。死了吗？先进超市再说。随后众人很快就来到了逍遥面前，林巧妮则默默地站在了他身后。谢谢你们，能让我们进去躲一阵子吗？如果可以的话，还请给我们一点吃的喝的，我们将不胜感激。谢谢您，非常感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鲜血与血肉的味道，难道这两人？你先进去吧，记住枪不离身。诸位，超市里的吃的随便取用，但不能浪费，不能私藏，吃多少取多少。小姑呢？这危险都解除了，干嘛还端着个枪啊？对了，你会用枪吗？怎么，你想试试我会不会用？嘿，不敢。昨日这小姑娘杀起丧尸来，可没个心软。小姑娘，你们是警察吗？别叫我小姑娘，要叫我二当家的。所有人就按二当家的说的去做，不要浪费，不做私藏。不能随地扔垃圾。那个谁，把你扔的食品袋收起来，等会统一处理。还有，因为现在停水了，以后只能出去大小便。让我们去外面上厕所，那怎么行？万一遇到丧尸怎么办？外面丧尸已经不多了，只要小心一点就是安全的。难道你一定要弄得这里臭气熏天？那个，我觉得现在能够活着才是最重要的，还计较其他的干什么？佳明，反正你们想要待在这里，就得按我说的做。呵呵，小妹妹，要不我每次想要方便的时候，你和我一起去保护我怎么样？我是不会介意的。对了，你们介意吗？哈哈，不介意，当然不介意了。哈哈，果然还是有人跳出来反对呢，还敢调戏我。你们怎么这样？我只是想让你们在末日里生活的好一点，难道你们想合着屎尿味道吃喝吗？各位，我觉得这位小妹妹说的没错，在不威胁生命安全的情况下，我赞成她的意见。刚刚这小姑娘脸上看似生气慌乱，但神态中总有点充斥着自信的味道，是错觉吗？首领，这位兄弟，大家都是幸存者，他也只是一时口快顶撞了二当家，但罪不至死啊！他说着，心里又一阵忐忑，真怕面前男子给他也来一枪。但作为外来幸存者中的核心人物，他又不得不说话。逍遥看了眼林巧妮，意思是让他继续表演。刚刚超市里的对话已经通过对讲机完整的传到了他的耳中，这也是他直接以雷霆手段击杀那男子。罪不至死，这位大爷怎么称呼？大爷。老师是全国著名的医药专家，生物学教授，受院士称号。王祥之院士，你们没听过？王教授是吧？如果他以人为食，那该不该死呢？吃人。本来以为是他太爱逼逼了，才引来杀身之祸，甚至还庆幸他死了，就没人知道我也是吃过人的。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末日中想要活下去，采取各种手段，甚至杀人都能理解。但队伍中若混进一个食人魔，那谁也不能保证某一天会不会成为他的食物。就是吃人，太可怕了。若他真是食人魔，那的确死有余辜。别杀我，是他逼我的。我要是不吃他，就会杀了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他还吃了队伍里的小孩，害怕我们将他的事情说出去，还杀了几个姐妹。是他，真的是他逼我的呀！整整一天，他都在向我灌输着食人思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真的很痛苦。他还说什么杀丧尸有可能会死，但偷袭幸存者就很容易了。若再出现食物危机，他绝对还会杀人食之的。既然你是被逼的，那暂且放过你。若让我发现你还有食人念头或其他不轨举动，砰！是，你们都吃的差不多了吧？你还有你，把他的尸体扔出去。你们几个女的把这里的血清理一下。这年头有枪便是老大，几个被点到名的人没有片刻迟疑，就按照林巧妮说的去做了。王祥之暗自皱了皱眉，自己的领导地位似乎就这样被剥夺了。接下来的2天里，逍遥还是一如既往的外出猎杀一阶丧尸，慢慢进化路，不进则退。而他在吸收那颗银白色的2阶能量结晶后，除开为他提供了相当于10颗1阶晶核的能量外，并没有攫取到那只变异丧尸的骨刃能力。能力攫取究竟是巧合还是有其他限制，现在倒是不得而知。不过我能够隐隐感觉到，现在大概还差20-30个晶核就能晋级2阶。而这几天，超市又陆续来了几名幸存者。现在每次逍遥回来，幸存者们都会默默点头，并轻声称呼一声首领，算是默认了他2人的身份地位。要下雨了。幸存者中不知谁喊了一嗓子，正是因为一场雨，世界变了。或许是经历过那次下雨事件，所有人都对下雨保持着敬畏，就连逍遥都没敢再出门了。对于这位神秘而强大的首领，众人的心里都保持着敬畏和好奇，好奇他的神秘为何会如此强大，为何能在满是丧尸的世界中一次又一次的安全归来。等几天吧，等出现食物危机的时候，再由你提议外出，才能顺理成章，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抵触心理。你问问那个王教授，对于这场灾难，他可有头绪？王教授，您是医药生物学教授，对于这场灾难有过什么想法没啊？有想法又能怎么样？根本就得不到证实，没有试验仪器，就无法从微观角度去分析人类尸变的原因。科学是严谨的，没有系统检测，我就不能妄下结论。那依你之见，人类会在这场灾难中灭绝吗？或者人类能够杀光丧尸重返文明吗？我觉得人类是一种很神奇的生物，虽然脆弱，但整个人类种群却有充满生机，生存条件越艰难，便越是顽强。而丧尸的数量庞大，从前几日那只强大的丧尸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怎么说呢？就是丧尸能够升级，并且还能朝有利于生存的方向变异。所以我觉得丧尸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灭绝，人类和丧尸估计会共存于这个世界很长一段时间。教授，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样，丧尸逐渐变强，那人类还有活路吗？优胜劣汰是自古不变的生存法则，活下来的人类也会在这场末日里变得更加强大。你们看看首领和2当家就明白了。教授，你看，这都快2个月了，也不是每个丧尸经常都能吃到活人血肉，但是为什么他们却并没有饿死呢？这个问题以前科学界还真有过探讨，源自科学界对当前科幻电影中一些不合理的地方的批判，最后讨论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暗物质理论。大概就是丧尸能够吸收宇宙中的暗物质，将它们当作能源，就像植物吸收太阳光作为能源一样。那就是说，即使丧尸不吃不喝几百年也不会饿死，对吧？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只是要确定是否如此，过程非常复杂，以目前幸存者们的条件会很难。王教授，你说如果我和首领想要建个幸存者基地，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不知是什么性质的幸存者基地？这个问题很重要吗？当然，基地的性质决定未来的方向，比如权力性质是独裁还是民主之类的。基地成立的目的是为造福幸存者，或是满足掌权者私欲。林巧妮望向逍遥，说实话，他们还没讨论过这些。2人也只是个高中生，还未达到如此高度。不过只是因为父亲陆大力而升起了建立势力的想法。人老了，想法总是那么不切实际。其实总结起来就3个字：地、人、枪。一个相对安全的基地需要足够多的人口、犀利的武器，比如说原 LZ 军区。我说王教授，原来你还没有忘掉军方承诺的救援啊。你说的对，人老了，想法就总是过于理想化。
不过说实话，我并不是很看好 LC 军方。现在的军营和以前不一样了，没有高大的城墙，分散式管理无法有效阻挡丧尸。末日爆发的太过突然，军方也有很大概率会从内部瓦解。王教授你，虽然我知道可能性小，但在末世中终归要有希望。纵观整个小区的幸存者，也只有我们所在的大楼幸存的人数最多，其他大楼都只有猫狗2、3只。是我给了你们希望，让你们活到了现在。若是二位真的能带领我们活下去，我王祥之第一个臣服。和丧尸搏斗我可能不行，但出些主意还是可以的。没错，就是只要能活下去。那就要看各位的了。超市的物资也就这么多，吃完以后呢？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要出去和丧尸搏斗，攫取资源，从城市杀出去，建立幸存者基地？这不太可能吧？我们还能活着走出去吗？实不相瞒，首领已经初步掌握了人类变强的方法，只是概率还未知。不过以后就算被丧尸伤到了，也很有可能不会死，并且还会成为进化者。概率未知，那活下来后还会被病毒感染吗？这把匕首就在昨夜杀过一只丧尸。之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们瞪着眼睛望着林巧妮的手。过了一阵，他们想象中的鲜血变黑的状态并没有出现，反而开始结痂了。太好了，这样我们杀起丧尸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切，就你那天遇到那这厉害的丧尸，不知道是谁被吓得尿裤子。首领二当家，我有个事要说。我看首领不能说话，估计他也难受得紧。我老公他们公司在研究能够将脑电波和声音信息相互转换的高科技产物，用来服务于聋哑人。虽然现在是个半成品，只能将脑电波转换为声音信息，但首领应该用得上。公司名字叫什么？位置在哪里？随后逍遥得到具体信息后就立刻出发了。能够说话对他的诱惑还是极大的。二当家，首领这就走了吗？会不会有危险？放心吧，首领的强大不是你们可以想象的。明天你带领这群幸存者开始清理小区里的所有丧尸，还有就是保护王教授的安全。但如果真的遇到危险，这些人都可以放弃。别墅的地下室里还有武器和物资，足够你躲到我回来。逍遥望着面前的大桥，陷入了沉思。按理说，末日爆发的时候，上面绝对人满为患，但现在却空空如也，一只丧尸也没有。事出反常必有妖，他先控制了周围3、4只丧尸，朝着桥中间走去，观察了一阵后，却没有任何动静。难道是自己想多了？就在他正准备过桥的时候，原本平静的河面突然跃出一个庞然大物。变异黄河岭，而且还不止一条。算了，拼一把，能够获取的能量肯定是有限的，能进化出这几条就很不可思议了。毕竟绕路的话要走好远，而且说不定其他桥也是这种情况。随后，逍遥在附近聚集了大量丧尸，用声音吸引到桥上去后，便疯狂往对岸跑去。没想到有一天居然会被几条鱼堵住，虽然这些鱼已然达到2阶，但就算我用这把美式超网击杀，也没办法攫取金河。你给我等着，等老子到了2阶，就去隔壁找根螺纹钢钓竿来排你们。就是连河里的生物都如此强悍，那些被大海环绕的岛国，会不会直接灭绝在那些进化生物手中呢？2个半小时后，逍遥便来到了李霞所给的地址。开发区写字 C 座16楼，就是这里了。在进入公司后，一个丧尸恰好从逍遥身边经过，而胸牌上的名字却引起了逍遥的注意。这使他回想起出来时，李霞用恳求的神色请逍遥留意一下她老公的情况，而此人正是魏远文。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好的运气。稍作停留，逍遥便继续搜寻起来。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脑波传声器的样机。进入会议室后，他的目光便被桌下已经碎裂的塑料设备吸引了。这不就是个蓝牙耳机吗？唯一的区别就是突出部分有3厘米长，这插进去会难受的吧？这个应该就是发声的喇叭吧？先戴上试试。说些什么呢？都1个多月没有说话了。嘿嘿，我能说话了。怎么是个女生？能不能换一个呀？只要是个男的都行。你好，你好，我是丁真。全民制作人们，大家好，我是练习时长2年半的。能不能来个正常点的？很高兴为您服务。哦，滚！哈哈，这玩意居然还这么先进，能分辨出哪些是想的，哪些是我想说的。这还有一箱样机，全部带走，以免以后损坏了没法用。小区内，一行人全副武装，所有人都望着天花板上一个小洞。他们花了1个小时将超市顶板的混凝土砸掉，下面的活人气息使得楼上的丧尸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想要钻下来，但却无法通过。而下面的人便可以拿武器去招呼这些露出脑袋的丧尸。为何我们几个女的也要杀丧尸？交给他们几个男的不就好了吗？
这个世界对女人非常不友好，若你们克服不了恐惧，那就会被这个世界抛弃。再说了，首领也不需要废物。好吧。李霞，把他想象成你最恨的仇人。仇人？小黑子，时不时有饼。哈哈，我做到了，我杀了一只丧尸。吴梦教，到你了。在林巧妮的威逼下，所有没杀过丧尸的人都开了张，就连王教授都被他逼得将水果刀扎进了丧尸的脑袋当中。没有动静了，上面应该没丧尸了。张佳明，你们把尸体顶上去，然后我们再上去。随后，众人来到了2楼，开始以王教授的方案清理各个房间的丧尸。邱志虎来，将这个门劈到缝隙，劈大一点，太小杀起来太慢。李霞，你带几个女的开这些丧尸的脑袋，看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如果有就收集起来，以后你们受伤能不能活下来就要靠它了。收起来后必须交给我，1、2个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只有凑足10个才能搏一搏。仅仅1个早上，他们便清理了1个楼层出来，除了收获的几个尸囊，还找到了许多物资。末世降临，而我却变成了一只丧尸。这是我在末世爆发后吃的最舒服的一次了。就是，大家休息半小时，等会我们继续。王大福，以后大家的伙食就交给你来负责了。是，能在后方待着，谁又愿意去和丧尸拼命呢？而且不论到什么时候，管伙食的都是一门肥差，再怎么也不会饿着。至此，队伍中第1个特权阶级产生了。众人望着王大福，眼中充满羡慕的神色。若以后还想吃到这样的美食，那就加油吧。此时突然传来一声猫叫，一个黑影突然闪了出来，速度非常快。当有人发出惨叫时，众人才看清这个黑影的全貌。进化兽，都趴下！没能一击必杀，一人一兽进入对峙状态。这枪再空，恐怕就会被近身了。看来今天的动作有点大了，吸引了2只变异兽过来，还好自己能应付，只是受了点伤。你们谁来给我包扎伤口？佳明，快将窗帘撕开。哦，还是我来吧。哎，二当家，窗外。哎，这是引了一群过来，3只进化兽足以要了我的小命了。现在没跳进来，估计只是同伴生死心生忌惮而已。时间一长，他们肯定会扑上来。此时，他想起了逍遥临走时的吩咐，他的目光悄悄眯了眼房门。逍遥哥说过，无论是进化丧尸还是其他生物，都会优先盯上最活跃的。我得先让房间里的众人乱起来，快逃！距离房门最近的2人心里同时暗自高兴，以为只要跑出这道门就安全了。可现实总是残酷的。在几只进化兽被鲜血吸引的时候，林巧妮带着众人进入了卧室。快把窗户关上，拉上窗帘。邱志虎，你把床立起来堵住窗户。汪教授，麻烦你和他们用这个柜子把门也堵上。在众人紧张搬动床和柜子之时，林巧妮悄悄往嘴里塞了几颗尸囊，用于快速恢复伤势。进化猫兽的智商可比丧尸高很多，估计不可能自行散去了。都安静点吧，我们等首领回来。此时，取了脑波传声器的逍遥心情极好，除了还是和那群变异黄河里兽周旋了一番外，便再无其他波澜。就在靠近超市的时候，他便先后听到了2声枪响。巧妮他们遇到危险了，按理说小区内的丧尸应该没法对他造成威胁了呀。进化兽。逍遥通过高倍镜中望去，看到几只进化兽机警地望着对面窗户。先解决一个再说。随着一声特有的狙击消音器的声音，只见这只进化猫兽被击中脑袋，从树上掉了下去。剩余2只猫兽同时向四周望了望，又瞧了瞧掉在地上的同伴，不知发生了什么。此时逍遥再补一枪，又解决掉1只，最后1只猫兽开始急躁起来，嘶叫一声后直接逃窜去了。太好了，是首领回来了，我们有救了。出来吧，现在安全了。你受伤了。首领，是我的错，我没保护好他们，死了2个人。当然我也就这么一说，反正死多少估计你都不会心疼，但我还是要演一下。死就死了呗，我又不在意，只要你没事就行。这不是你的错，你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尽快适应这个吃人的世界。没有人是你们的保姆，想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没错，我们得靠自己。今日若不是首领和2当家，我们都成了猫爪下的亡魂。但首领他们庇护不了我们一世，我们也必须跟上他们的步伐。我听教授的。
说白了，我说了那么多白说了，不是听我的，而是听2位首领的。是，听2位首领的。先散了吧，休息一晚，明日继续。平时杀点丧尸你们是心高气傲，遇到几只进化兽就生死难料，打几只人机丧尸闹麻了，都散了，明天还要继续呢。是，首领。不错嘛，成长这么快。哼，那当然。我先收着，等我到达2阶后就全力养你的2阶。哥，你说的啊，你养我，我当真了。晚上跟我回趟别墅，好多天都没联系爸妈了，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然后还可以取些武器来作为奖励装备给幸存者。等咱们升到2阶，就可以大规模给他们装备枪械了。没问题。首领，这是您的那份，能请用。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可惜我味蕾都死完了，就连熟肉吃起来都很乏味。来时吃过了，你给他吧。哎，谢谢首领赏饭。二当家的那盘也是一样的。好吧，我自己吃。没达到讨好首领的目的，可不能让二当家也误会了。早知道就2盘一起端过来了。你是想问你老公吧？很遗憾，他可能运气差了点。谢谢首领，以前老说你去死吧，但现在你真死了。唉。夜晚，逍遥带着林巧妮悄悄离开了超市。小飞、巧妮，是你们吗？这几天你们都没接过电话，是出什么事了吗？这2天我们出去了，哥他怕打斗弄坏卫星电话，所以没敢带。放心吧，阿姨，我们很好。那就好，可担心死我们了。对了，阿姨，我哥他现在能说话了，不过声音可能和以前不太一样，您不要惊讶啊。真的吗？那你快让他说话，我都好久没听他叫过妈了。接下来是一段煽情的戏码，我们直接跳过。对了妈，我爸呢？你爸去跟人火拼了。啊？火拼？是啊，镇上还有一伙幸存者，他们来挑衅，说什么一山难容二虎。那会有危险吗？那应该不至于。你爸搞掉了镇上的警局，弄了10多把枪，估计对面还不知道呢。那你也得告诉我爸小心一点，毕竟 M 国那地方到处都是枪。我会嘱咐他的，你也是得小心一些。哥，叔可真猛。那是当然，商场如战场，某些时候资本吃人，可比末世里的丧尸更可怕。那我们接下来干嘛？你去储藏室取2把手枪和以前我收集的消防斧，斧头全分给他们，手枪就作为表现优异的奖励。今天是我们第1次开会，昨天死了2个人，我和首领都很心痛，但我们这些人还要继续活下去。二当家，您就吩咐吧，我们不怕和丧尸搏斗。开玩笑，昨晚我值岗的时候可听到了首领的一点点计划，说不定等会能当个小队长，分把手枪呢。对，我们跟着2位首领干。嘿嘿，我也是，我的菜刀不仅能切菜，也能杀丧尸。滚滚滚，做你的饭去，等会给大伙都整尸遍了。虽然大家很愿意跟着首领，但我还是要问一次，有不愿跟着我们的，我们不会为难你，超市里的物资也任你取用，但后续搜到的物资便没你的份了。可若选择留下来，就得服从首领的命令，按照组织的规矩办事。哥，够了。不用说了，我愿意跟着首领。对，50几岁正是拼搏的好年纪。这人是巧妮请的狗托吗？看来没人有异议了。那么王教授，我们这里你学识最高，最近几天你就不用出去了，替组织想个好听点的名字，还有组织纪律等一些章程。好的，看来二当家还是很照顾我的。二当家，我还是想问问咱组织是什么性质的？组织第1条准则，绝对服从首领的命令。好，独裁就独裁吧，能活着就好。现在除了首领，我还有教授和王大夫，刚好可以组成3个4人队伍。你们可以自行组队，但我建议3个女生尽量做到人员平衡。既然我们同属一个组织了，就应该互相照应。我毛遂自荐，我要当队长。你们谁来我队伍？我要求不高，当然女生暂时只要1个哦。你这个傻大个都能当队长，那我也可以。谁来我队伍？张家明，你是说我没有脑子？我可没说哦，你急了。瘦猴，你机灵，你跟我组队，咱们1文1武，绝对干翻这个书呆子。我来。霞姐，来我队伍吧。干嘛跟着你？我要自己当队长。霞姐，你是在开玩笑吗？昨天你杀个固定的丧尸都手抖。面对那些比老鼠、蟑螂还恶心的丧尸，手抖不是正常反应吗？以前我以为只有依附男人才能活下去，但直到我昨天看见二当家英勇击杀进化猫兽，让我明白了，女人也可以在末世里撑起一片天。可是，好了，就这么定了，3个小队长：邱志虎、张家明、李霞。邱队长，我来你队伍吧。原来是宋英灵啊！我记得之前我们第1次杀丧尸，你还尿裤子了，后面你也怕得要死。不行，不能要你。
我也不能让你拉低我们队伍的实力。你们之前明明说来者不拒。英灵过来吧，他们不要你姐要你。我和首领会先帮你们把美东安全通道里的丧尸清理干净，但剩下的就交给你们自己了。这群人拿着消防斧冲进楼里，就是一阵乱砍，砍完还要劈开脑子，在里面搅拌搅拌。只因丧尸病毒爆发，而有人发现丧尸脑子里会长出一种叫尸囊的物品，可以使人进化变得更强。光头，诸位，这第4层我们承包了，你们2个小队去上面吧。凭什么你们选第4层啊？就是凭什么？算了，剑锋，与其在这和他们争，还不如抓紧去下1层。霞姐，这层就归我们第2小队了吧？你们去上面1层。你们算了，走吧。夏姐，他们太欺负人了。夏姐，您怎么了？夏姐，您说句话呀。小宋，你看这些丧尸，首领们击杀后，但没有去取尸囊。肯定啊，以前他们某人只能自己动手，但现在有我们一众手下了，这种苦力活自然是交给我们了。尸囊的数量是最后取胜的关键，你说我们可不可以？高，夏姐，您真高。首领们也没说不能取他们击杀的丧尸尸囊，大家快行动吧。至于下面几层，等他们去其他楼层了，我们再去。这时，第1小队已经将通道大门劈了条缝隙，通过这条缝隙来击杀探出脑袋的丧尸，但击杀3个后，就没有丧尸从缝隙里出来了。队长，没有首领说的尸囊啊。尸囊是概率出现的，把门打开吧，我们可以进去清理了。队长，第3个。小宋，快将你们收集到的尸囊献给首领。首领2当家，我们是看你们2位杀丧尸已经够累了，队伍名次倒是其次，就是想着能不能替2位首领分忧。对，首领，这是我们收集到的3颗尸囊。我们确实没工夫干这些活了，你们收集到的那就是你们的了。再说了，你们2当家确实没交代不能捡漏，是吧？谢谢2位首领，那我们继续了。小宋，你和童剑锋继续向上挖尸囊，我和怀玉就从6层开始清理丧尸。队长，为什么我们不一起上去，搜完再从顶楼清理下来呢？如果那2小队够傻，那这个方法我们在下栋楼还能用呢。哥，这个李霞不简单啊。是啊，我们也得尽快提升，不然还真玩不转。不知道等结果出来的时候，那2个小队是什么表情？哇，金色传说！听说这个尸囊产生的概率是1/10，我们这层楼只击杀了8个丧尸，就找到了1粒尸囊。走，我们去楼上看看。霞姐，要我们帮忙吗？滚，不要打扰我们。嘿嘿，看来都没我们快。走，继续。半小时后，3个小队同时出现在了6号楼的门口。先休整半个小时，然后进入6号楼。收到。我说这次该让我们小队先了吧，你们去2、3楼。我就不。随后一笑，邱志虎所领导的第1小队异常勇猛，手起刀落，一路砍瓜切菜。而张家明组的小队相对保守一点，还是会利用每道门去击杀丧尸，不过分成2组，效率也是快了很多。李霞的小队就更在基本是4人一起行动，比起其他2个小队来，效率低很多。但是太阳落山后，所有人都回到了超市，晚饭后便开始聊起了一天的收获。张家明，你们今天收集了多少尸囊啊？也不怕告诉你们，我们收集了11枚尸囊，但是你们也不用气馁，毕竟还有2天呢，而且不是还有霞姐的小队吗？虽然我们已经收集了20多枚尸囊，但是谁又会跟一群傻子较劲呢？今天清理了4栋大楼，居然都没有发现一阶丧尸，这样下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到2阶呀？哥，我要去休息了，您去你房间。这一天真的要来了吗？可是我都好几天没洗澡了，哥也真是的，不早点说，而且没有措施，万一那啥怎么办？对了，哥是丧尸，应该有种族隔离吧？哥，我真的准备好了，万一哪天被丧尸咬死了，我也无憾了。可我是丧尸，不论你是什么，我都愿意。就在林巧妮满怀期待逍遥下一步动作时，他却抽回了手。可是，你笑什么？哥，你听我给你分析一下。首先，你今晚来我房间就是想宣示你的主权，或许是你不想倾注在我身上的心血白费，又或许是你的占有欲作祟，也可能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有那么一丢丢喜欢我啦。但不管怎样，你都不想我身边出现其他人，你说对吧，哥？或许吧。还有，刚刚我都有反应了，可是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哦。
所以说，不是咱萧大少转性了，而是身为丧尸的你没法控制自己的小弟弟啦，哈哈哈哈！靠，你是在嘲笑我吗？我要让你知道，就算我有隐疾，但还是能让你欲仙欲死。哥，不要，我错了。道歉的话，你还是等会再说吧。讨厌，讨厌死了。哎，你们看，二当家的眼睛红红，昨晚肯定没睡好。估计是折腾了一晚。就是首领杀起丧尸来很是生猛，估计那方面也相当厉害吧。小姐，怎么感觉你有点想法呢？虽然他们谈论的声音非常小，但二人都是进化者，这些对话皆听在耳里。逍遥带的脸皮很厚，倒是没什么异样，只是听着李霞的话有些刺耳，因为事实正好恰恰相反。而林巧妮脸红的根本不敢转身，让逍遥和一众幸存者看到。吃过了早餐后，清理任务继续。因为昨日抢楼层耽误太多时间，所以今天变成了每个小队分别清理一栋楼。在逍遥他们休息的时候，王教授默默地来到了他们身边。两位首领，这2天我绞尽脑汁想了几个组织名字。说实话，这起名字不是我的强项，搞研究才是。放心吧，以后有你研究的东西呢。这第一个是济世会，这个名字能够让幸存者们知晓我们组织的初衷就是救济。天，什么破名字，一听就是忽悠人的。第二个叫埃困，是为了令他们感受到。停，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都是小黑子是吧？再下一个。好吧，还有一个曙光，意寓着希望，可和我们组织匹配。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称为曙光123小队，以后规模扩大了，可以叫曙光营地、曙光基地等。起码比起前2个来好多了。那以后组织名字就叫曙光吧。对了，王教授，这2天你们在收音机里有收到其他幸存者的信息吗？还没有。奇了怪了，小说里不是说末日关注收音机总能收到信息吗？首领，无线电波的发射其实没那么简单的。就像我想研究丧尸病毒，但根本就没有设备供我研究，哪有那么好的运气？专业的人正巧遇到专业的设备。放心吧，王教授，等以后我一定给你搬个实验室来。你可是我们曙光组织第1个院士，以后一个研究所首席是少不了的。谢谢首领，谢谢首领。张家明，巫教首领，巫教2当家。我是林巧妮，请讲。2当家9号楼1104有1阶丧尸，请求指示。你们注意安全，不要轻举妄动，等我们过来。现在什么情况？首领，这只丧尸有点特殊。是吗？逍遥透过门上一道缝隙望去，发现是一名婴儿丧尸。门外的对话让原本平静的婴儿丧尸又狂躁。毕竟是个婴儿，即使进阶过后各方面属性有所加强，但也很有限。拿给巧妮练练手好了。你们退出客厅吧，巧妮，这只就交给你了。愣着干嘛？难道要我和首领去挖脑袋啊？这只丧尸大脑里的可是能量结晶哦，一颗能抵10枚尸囊。这虽然是只1阶丧尸，但感觉比普通丧尸也强不了多少吗？废话，不然我能给你练手用啊。2当家，您的战利品。不是你们的，也是组织的。我们走了，你们继续吧。我什么时候才能有2当家那样的实力啊？首领不是说了吗？丧尸病毒配合尸囊就可以成为进化者，你可以去试试啊！首领一定很欢迎你们大胆尝试呢。那算了吧，还是等我哪天真的受伤了再试。就算尸变了，也只能说是运气不好了。原 LZ 军区整整4架武装直升机停在教场上，飞机上原有的重机枪都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火焰发射器。因为多次尝试后发现，空中飞行最大的威胁不是丧尸，而是各种变异鸟类、昆虫群。而对付这些变异生物，最有效的还是这火焰发射器。 What can I say? Mamba out. 武装直升机全部改装完毕，明日一早展开营救行动。具体的营救名单和信息，稍后会由杨副官分发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凯旋而归。每个小队的营救信息需要你们牢记于心，具体的营救细节我就不再阐述了。我要强调的是，名单上的每个人务必成功营救。我就搞不懂了，我们小队要救的是个叫刘明的年轻人，做人有什么值得我们花如此大的代价去冒险呢？老李，你可长点心吧，那刘明是刘长官的儿子，刘军官的孙子。经过一番交流后，所有的士兵都发现，此次他们营救的都是些无用之物。杨少校，营救行动会持续一阵子，人员、飞机肯定会有所损耗，得想办法补充。
报告将军，这个工作一直在进行，只是飞行员这种特殊人才本来就少，虽然我们有配套的训练设备，但也需要大量时间来培养。慢慢来吧。广播系统筹备的怎么样了？最近基地接纳的幸存者有些少了。专业人才倒是有几个，就是没有设备，而市里的那些广播设备又没法搬运过来。既然运不出来，就送那些人才进去。他们好不容易逃出来，谁还愿意返回那接近200万丧尸的城市？怎么有困难？估计没人愿意再进去了。在这里，我们军方说了算。我派个进化兵王给你，1个月，我和司令必须得听到宣传我们基地的广播。是。还有什么事吗？那个将军，我的外甥女也在 L 市，您看能不能？呵呵，当然可以，就安排在下一批营救名单里吧。这一批名单你是知道的。明白。如果这次营救失败，那我可就真的举目无亲了。好了，现在开始汇报你们的战果吧。我们第一小队击杀的丧尸我没数，但收集到了42枚尸囊。昨天你不还说52枚，怎么今天还变少了？你们不也吹牛了吗？报告首领，我们第2小队收集到了46枚尸囊。这怎么可能？我们小队收集到了54枚尸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如此，这般。我去，还可以这样？可恶，到最后只有我们是小丑吗？要是我们稍微细心一点，一定能发现通道里丧尸尸体变化的。现在我宣布，曙光第3、第2小队获得肖英的手枪1把，子弹若干。这次比拼只是很小的一次竞赛，万里长征才刚刚开始，为组织卖力也是为你们自己生存。3天里，我们击杀了超过1000只丧尸，现在整个小区都是我们的。以前的你们敢去做吗？2把手枪不是终点，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先进的武器。是，首领。在末日中，你们要更注重细节。不过你们的努力我也看在眼里，我这把手枪就送给你们了。谢谢首领，我们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的。2天后，曙光组织便开始了一场针对小区外围丧尸的杀戮盛宴。各位师兄们，让我来为你们解脱吧。如此大规模的清理丧尸，估计会吸引一些强大的生物过来。不过还好，我早有准备。一些丧尸，哈哈，我也击杀了1只进阶丧尸了。按这个速度，估计最多2、3天，我就能凑够进化到2阶的晶核了。此时，另一栋住宅楼内，一众幸存者被直升机的声音所吸引。那是武装直升机，是军队的人。是军队来救我们了，我们得救了。这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墙角落里一个神情没落的年轻人的眼中重新焕发了光彩。从他的衣着和脸上一些淤青，不难看出来，他在一干幸存者中地位低下。就你们，呵呵，你们不仅毒打我，还逼我吃屎。其他人警戒，田磊去看看哪些楼层可能有幸存者。是，队长。负责营救刘明的第1小队队长戴辉是个进化者。末世爆发那日，他所在的尖刀连正在校场训练。对于军人，别说下雨，就算下刀子也得训练。而那天受训的25人中，居然有8位没有在淋雨后变成丧尸，而是成为了进化者。虽然之后在面对丧尸的疯狂进攻中牺牲了3位。报告队长，10号楼有幸存者的概率为90%，6号楼40%，其他基本为0。好，原地休息半个小时补充体力，一会我们去10号楼。大佬的孙子还在不在就看这里的幸存者了，若没有的话，那活着的希望就很渺茫了。老大，一帮军人应该就是从飞机上下来的。那出去吧，应该就是军方营救幸存者的队伍。那个人呢？弄死吧，反正最后他还是要死的。现在倒是便宜他了。人呢？叫你们看的人呢？老大，他应该是从那个窗户翻出去了。你们这帮傻逼，我离开时是怎么说的？看好的，看好的。不就是跑了个乐子吗？偷您何必发这么大火？乐子，他会告诉那帮军人，我们杀过人。不是嘛？这都末日了，杀个人怎么了？大不了抓老子走啊！这破地方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就是法不责众，这么多人，他们还能拿我们怎样？拿上武器，我们也去找那帮人。哼哼，你们是在找我吗？哼，杜刚、李健，我可曾得罪过你们？你们折磨了我2个月，这2个月我仿若生在噩梦当中。我知道你们这是仇富，看到比帅、比你们有钱又有权的人，就都想着上前踩2脚，以为末日来临，金钱权力都失去了往日的作用，对吧？戴队长，把他们都控制住，我要把我这2个月来受到的屈辱一一还给他们。刘少，时间紧迫，迟则生变，我建议我们尽快回去。不行，如果我就这样离开，以后我一定会做噩梦的。我要如法炮制。杜刚、李健，你们不仅毒打我，还逼我吃屎。杜刚、
你如果不想死，就现场拉一炮使来让李建志。妈的，拿个枪就牛逼了是不？有本事打死我！我们没仇吗？你可记得我妹妹那个跳楼的李佳琦，还有我女朋友孙琳琳，还有被你追加撞死的小男孩君君，还有难怪会折磨他，可笑刘明还认为这些人是仇富呢。他们可能还会拼死一搏，刘明不能死，至少不能死在我面前。刘明回过神来，想想一阵后怕，但感受到手中步枪传来的质感，逐渐淡定了下来。自己还真是好意，和这么多仇家相处2个月，居然还能活下来。没有杀死我，你们是不是很后悔？现在是不是很绝望？杜刚赶紧了，他要是能吃光，老子就放了你俩。刘公子，我们走吧，何必跟一群将死之人计较呢？杀了刘明，报仇雪恨！杀！妈的，都疯了！刘少，快停手！在狭小的空间里会被反弹的榴弹伤。老铁，你怎么了？此时，铁志军倒在地上抽搐了1-2下，就再也没反应了。没死在丧尸手下，却死在了他们营救人员的手中。他双目瞪得贼圆，死不瞑目。带回突厥心口一塞，一股戾气升起，他想要杀光这里的所有人，杀了刘明，为老铁报仇。操！刀上有丧尸病毒，我不想死啊！我要去我爷爷那，我还有那么多的福没享。那个，队长，你一定有办法的是吧？救救我！闻言，几人脸色都难看了起来，这就意味着行动失败了。几人对视一眼，却又从彼此的眼中瞧出了些许轻松。或许是因为老铁可以瞑目了，也可能是众人本身也抗拒营救刘明。我不想死，我不能死，我不想死。带回几人望着刘明，后者神情惶恐，嘴里喃喃几句话，有些魔怔了。几人同时想着，等他尸变后，给他一枪，然后统一口径，回去说没找到刘明，或已经变成了丧尸。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明手臂上的丧尸病毒开始扩散开来，刘明的神智也逐渐开始有些模糊了。不知过了多久，刘明脸上原本满是的黑色纹路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正常人的红润。这刘明运气真好。队长，你什么意思？难道是进阶变异丧尸，大家小心！首领，那边还有2只巨型丧尸，在距离铁栏杆前20多米处便停了下来，开始抓起一只丧尸往小区内扔去。一只丧尸落到了蒋一面前，双腿粉碎性骨折，但依然在往前方，瞬间就给他爆了头。下一刻，天上开始下起了丧尸雨，但逍遥依旧在一旁观战。作为首领，虽然要时不时的露两手，但一开始没让他们感受到危机，那就无法感受到自己的强大。而此时的众人已然感受到危机，开始用手枪击丧尸。林巧妮躲过一只飞来的丧尸后，拿出了第2把狙击枪，按照逍遥说的方法，开始尝试对小区外的巨型丧尸回击。一声沉闷的声音传出，只见一只巨型丧尸的肩膀被打出一个碗大的伤口，血肉横飞，但对于他那庞大的身躯来说，却又显得微不足道，反而还激怒了对方。邱志谷理查见状，也朝巨型丧尸打光了手枪的子弹。居然一枪头都没打中，不过40多米的距离，估计手枪打中了也不足以射穿这巨型丧尸的脑骨了。还是我来吧。溜了！这演员丧尸怎么回事？全跑了怎么杀？我打个电话叫回来。咦，首领，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卖了，我那台苹果15找亮机上门回收了3600多，靠谱吗？当然了，我是找亮机老用户了，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平板、手表都会叫找亮机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省心。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赶紧叫找亮机上门回收就对了。首领就是牛掰。现在大家穿好伪装服，注意控制音量，等清理完这些丧尸，就开始攫取尸囊和结晶。是。在丧尸数量完全对众人造不成威胁的时候，逍遥来到栏杆前，伸出双手，将栏杆掰出了一个足够人自由进出的缝隙。加上刚刚击杀的4只巨型丧尸，今天就收获了13枚能量结晶，看来明天就可以进化到2阶了。次日，曙光一众成员依旧借着小区栏杆清理丧尸。逍遥依旧跟在众人身后，看起来波澜不惊，但每出现一只1阶丧尸，他的心里就是一阵火热，恨不得钻出围栏，当场取了结晶。但这样就会暴露丧尸不攻击他的秘密，所以也只能作罢。另一边，戴辉他们也准备出发了。昨夜2点，他们终于等到了第4小时的信息，他们成功营救了目标。至于为何会用这么长时间，这不重要，反正最后也是有惊无险的回到了基地。哥，还差几个？已经够了。
那怎么不先收起结晶？你看他们那么热情，我也不好让他们停手啊。爸爸，爸爸，我终于见到你们了。小明，爷爷。麻烦诸位了，杨少校，带他们去休息吧，嘉奖事宜就交给你了。是。小明啊，现在你也是进化者了吗？当然了，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儿子，谁的孙子。哈哈，走，回去爷爷给你个惊喜。小区外，曙光众人在收集尸囊结晶的时候，远处突然出现了一群幸存者。所有成员马上返回小区！快快快！妈蛋的，让我先进去！为啥子不是你让我进去？不是你俩搞什么飞机呀？呸呸呸！准备战斗。他们咋不逃？还以为可以凭借小区栏杆无伤击杀丧尸，估计被这么多丧尸吓到了吧。随后，曙光众人又开始吸引丧尸，但是被这波幸存者吸引来的丧尸已经算小规模尸群了，而且在刚刚闻着血腥味后，已经处于暴走状态，尸体越垒越高，已经开始有丧尸越过栏杆，直接翻进来了。不过或许是知道有逍遥在防压阵，所以众人也没有太过慌乱。龙卷风摧毁停车场！我勒个骚刚，他们啷个这么猛啊？就是丧尸都快被他们杀光了，看来我们安全了。就在曙光一众成员发现不再有丧尸向上爬的时候，一声惨叫声传来。什么情况？现在基地有幸存者14000多名，300多军人被编为4个营，你爷爷我掌握了其中2个，另外2个营分别是你吴伯伯和曹叔叔掌控着。我们拥有进化者23名，当然可能还有些不愿意暴露的。爷爷，那些进化者肯听咱的吗？嗨，你爷爷我可掌握着武器库，目前的进化者再强也无法与先进枪械抗衡。爷爷，他们那是在干啥？我们要修筑一道高大宽厚的城墙，用来抵挡可能出现的尸潮。根据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2个月以来，丧尸在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变强，或许只需要一个0点就会进化为异界丧尸。而我们基地的北方正是 LZ 市，那里有数百万丧尸，万一他们挥师南下，我们就只能靠城墙阻挡他们了。对了，小明，你这2个月是怎么过的呀？爷爷，他们逼我吃屎啊！小明啊，这就是爷爷给你的惊喜。爷爷，这是元神晶核能量结晶啊，足足有200多枚，估计能直接让你到达2阶实力了。谢谢爷爷。小明，等你到2阶后就去军队吧。为什么爷爷？我能不能不去啊？爷爷有种预感，以后会是你们进化者的天下。我现在还能用武器威望去压制，但以后基地里出现许多2、3级甚至更高等级的进化者，你觉得爷爷还能压得住吗？就算我也成了进化者，但年龄及地位的限制意味着我并不能和普通进化者一样去拼命，这样就算等级高了，遇到厉害一点的进化者也还是不堪一击。小明啊，爷爷和你爸爸庇护了你20年，以后我们就要靠你庇护了。小明，你马上就要成为2级进化者，放眼整个世界，爸爸敢说2级进化者也绝对寥寥无几。你已经走在了前列，怎么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呢？经过2人漫长的洗脑，刘明也算是勉强答应了。镜子里出现一个帅哥，他取下人造面皮，变成了一个丑逼。我勒个骚刚，他们啷个这么猛啊？就是丧尸都快被他们杀光了，看来我们安全了。救命！救命！完了，我被丧尸咬了，我要变成丧尸了。我有个办法，有可能让你不会变成丧尸，甚至可能成为进化者。什么是进化者？你确定让我给你解释吗？或许等我解释清楚，你已经变成丧尸了。那还是以后再说吧。快，有什么办法？尽管往我身上试。刚好哥和王教授想要观察服用尸囊进化的过程，眼下这不就是送上门来的试验品？所有人返回超市，明日再来取尸囊。是。没想到出了这档子事，但无论如何，今夜都必须试试100枚晶核能否进阶了。王教授，试验品有了，快来看看。丽霞，拿10个尸囊给他吞下。给。
这是啥？你确定要我解释？这可就说来话长了。那还是算了。Later，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浑身疼，大脑发胀发昏，意识有些模糊，感觉好像看见我太奶来接我了。尸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坚持住，你就能活。逍遥摇摇头，看来这人的运气不好，意志力也不佳，因为他已经从他身上闻到了一股同类的味道。一阶丧尸。就在逍遥想说小心的时候，却听见噗噗的声响传来，瞬间就有3把消防斧招呼在了这只丧尸身上。王教授，你怎么看？阿巴，听不懂，但是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其实就像凤凰涅槃一样，成功了就突破人类极限，成为进化者；涅槃失败就变成丧尸。啊，那我这算是涅槃成功是失败啊？入夜后，逍遥在吸收了今日收集的几枚晶核后，感觉自己体内的能量快要达到饱和，就连刚尸变那名幸存者的结晶也被他利用了，却依旧没有突破。他总感觉就差那么2-3枚结晶就能进阶了，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今日击杀丧尸的地方。花了1个小时，才将记忆中的一阶丧尸全部搜索了出来。一共8枚结晶，也来不及回去了，就在附近随便找个房间吧。逍遥再次盘腿坐在沙发上，在吸收完第5枚能量结晶时，身体的每个细胞都仿佛在震颤一般。如果用显微镜去观察逍遥，就会发现此刻他的 DNA 在进行着一场变异重组。他忍着疼痛来到卫生间，镜子里出现一个帅哥，他取下人造面皮，变成了一个丑逼。看到他原本干燥的皮肤，貌似在流脓，湿漉漉的，散发着恶臭。谁敢闻？逍遥不知道这是否正常，但也无其他办法。随着基因重组程度越来越深，他的意识逐渐模糊起来，随后晕倒在地。二当家，首领呢？首领有事出去一下。那我们今天还去杀丧尸吗？难道首领不在我们就不活了吗？还是说你想偷懒？今天我们小心一点。逍遥不再说实话，出发。他的心里也没底，感觉还空落落的。林巧妮也很疑惑，逍遥跑去哪里了？一切准备就绪，众人再次来到了昨日击杀丧尸的地方。首先，他们将昨日击杀的丧尸尸囊取出来，整个过程异常安静，每个人的脸上都透着凝重。林巧妮知道这是逍遥不再带来的后果，因此众人保持着绝对的安静，生怕引来一些无法解决的危机，也比平时的效率低了很多。但好在每个小队之间的配合也默契了很多，只需要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其他人就会明白并付出行动。LZ 基地，满身血水的刘明从房间里跑了出来，大声叫唤：“爷爷大，快给我找点吃的来，我饿死我了！”身体鲜红的他惊动了楼道里警戒的一众战士，他们纷纷举起了枪。刘明见状也是大吃一惊，当下双眼微眯，继而又瞪得贼圆，一股精神力从双眼迸发而出，瞬间抨击了几个警卫的大脑。他们只觉脑袋剧烈刺痛后便瘫软在地。发生什么事了？小明，是你吗？爷爷，是我，快给我找点吃的来，我饿。小明，这些你先垫垫肚子，剩餐马上就来。不够，还饿。小明，你觉得怎么样啊？怎么会流血呀？刘明刚想回答，腹中却是一阵绞痛，当下一匆忙的站住，只留下刘志军2人在风中凌乱，因为他们已经听到了刘明裤裆里噼里啪啦的声音。他蹲在卫生间里，一阵的声音，看来他这辈子注定要和史结下不解之缘了。哇，金色光头！大脑作为丧尸最重要的中枢，肯定是最先完成变异重组的部位，所以逍遥此刻只能思考而不能动。接着便是距离大脑最近的视力、听力、嗅觉系统等。看来以后进阶的时候要找个更安全的地方来闭关了，最好还得找人来护法。这时候要是随便来个人拿着武器，估计就能杀死自己。我干，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听觉恢复不久后，瘫倒在地的逍遥便听到了地面轻微的脚步声，杂乱无章，一听就是好几个人。怎么径直往这儿来啊？难道他们发现了我，特意寻来的？想着他银白色的眼珠滴溜溜的转着，此刻他的瞳孔已经变成了2阶特有的银白色。别看了，他们把这里都清理完了，肯定没有危险。死手，快点重组啊！这样我就可以拿起身后的散弹枪，凭着卫生间的门一夫当关了。至于装死那肯定不行了，我旁边这么多武器，说不定他们还会联想到钓鱼，然后直接给我脑袋补上一下。我们就先在这里安顿下来，你们一举一动都要格外小心，绝不能让他们发现小区潜入了外人。等掌握他们的行动规律，然后设计陷阱，先弄死那几个男的，还有那个傻大个和少女必须死，只要他俩死了，其他人都不足畏惧。估计因为我平时都是个混子，所以他们都没注意到我。
老大，您不想尝尝那少女的滋味吗？我看你小子是膨胀了啊！平常的女人怎么样都可以，但那个女人肯定跟我一样是个变异人。你确定你敢玩？哎，可惜了。行了，先吃点东西，等会还有正事呢。到时候解决了那几个人，剩下的随你怎么玩。你们该吃吃，该喝喝，吃完了赶紧上路，别来烦老子。等我恢复了，也放你们一马，就算做礼尚往来了。逍遥胡乱想着，此时他的左手已经可以动了，但还不够。随着手臂的修复，他的大脑开始散发出一个信息：他饿了。自从成为丧尸后，就没感觉到过饿，估计就像王教授说的一样吧。只不过现在晋级2阶消耗能量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丧尸吸收暗物质能量的速度了。你们先吃，我去上个厕所。怎么了？见鬼了你！没事没事，一只死丧尸吓我一跳，我上厕所先。哈哈，这小子真没出息，这都末日2个月了，还被丧尸吓到，真是怂包。枪啊！居然有枪，而且还装了消音器。很快，他又拿起步枪，轻轻抚摸着，神色虔诚。至于脚下的丧尸尸体，早就被他选择性的遗忘了。难道自己这是装死成功了？想想也是，丧尸就算死了，眼睛也是睁着的。而且在人的认知中，丧尸一见到活人都会不要命的扑上来。哎，哈维泰，你在厕所过年呢？快点，我们要干活了。马上，马上。卧槽，这个味道！幸亏老子已经吃完了，老大，赶紧走吧，这里已经被污染了。你吃的是屎吗？怎么这么臭？抱歉，抱歉。终于走了，看来以后还是得小心点。最近没怎么遇到危险，别说曙光其他人，就连自己都有些膨胀了。老大，我找到了一瓶可乐，特意来献给你。哦，算你有心了。他们都就位了。是的，老大，能够全方位的俯瞰小区。呵呵，你说我们是逐一击破好，还是一网打尽啊？我说啊，你给我死！报仇的这一幕在他脑海里演练过无数遍，他极力克制想要诉说一番的冲动，果断扣动了扳机。有价格，老大喊你过去呢。哦，什么事你知道吗？送你下地狱。仅仅1个多小时，哈维泰便将他们一行7人解决，现在就剩他和李全才了。大仇报了90%，但他心里还是很难受。他明白这是憋的。李哥，我发现了一些枪械，如果李哥有枪了，在队伍里的地位就能上升几分。到时候麻烦李哥照拂一二。枪在哪？就在1楼厕所里，要不我们现在去取？走，快去快回。咦，丧尸尸体呢？小子，到底有没有枪啊？要是骗我，看我怎么弄死你！有，当然有枪了，就是嘛。你小子耍我，你说的步枪呢？你干嘛？嘿，你问我为什么？你们还记得1个月前的小芳吗？小芳？哪个小芳？村里的小芳嘛。也对，你们只知道发泄，怎么会关注他叫什么呢？当时我外出寻找食物，回来时却看到你们一群人在我家，我还看到了小芳被你们折磨致死的惨状。那个时候我就发誓要杀光你们这些奇兽，所以我装作路人混进了你们当中。我装傻逼，我分析你们每个人的性格，我每日都在思索怎么杀光你们。小芳，你看到了吗？我马上就能为你报仇了，你可以忍不住了，老子实在太饿了。光头，忍不住了，老子实在太饿了。你究竟是人是鬼？怎么不继续了？没子弹了。虽然我并不想杀人，但你知道了我的身份，所以你必须死。能说话、有智慧的丧尸，的确站在你的角度，我也会这样觉得。哈维泰还想说什么，地上的尸体却是一阵涌动，他直接尸变成了一阶丧尸。逍遥惊喜地发现，与这只丧尸之间有一种莫名的联系，他立刻将自己的精神力渗透过去。难道这就是晋级2阶后的新能力吗？师兄，你这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要死也给我个痛快好吗？虽然我也没打算放过你，不过这样我更能心安理得地解决掉你了。靠！你不是看破了生死吗？怎么装的呀？我求生有错吗？没错，但我保护生死秘密也没错。你换新手机了？那多贵啊！现在上转转买2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4指花了28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舒服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
看来我携带的病毒活性非常高呢。痛苦袭来的太突然，哈维泰咬牙坚持着，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逍遥。痛苦让他咬紧了牙关，却依旧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但在完全变异前的最后一刻，他居然成为了进化者。该说你运气好还是不好呢？这是怎么回事？巧合吗？如果真是我一个念头就能让他七窍流血而死，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多了个控制进化者的能力？看来被我感染尸变的丧尸都可以运用精神连接的能力。随后，逍遥控制2只尸位驱往不同的方向，发现进入2阶后，他控制普通丧尸范围达到了200米左右，而精神连接的极限距离竟然有1公里。他将2只尸位分别放在了小区外交通要道的一辆车上，这样他就相当于有2个监控来观测小区周围的情况。所有人，超市集合。首领，是首领，首领回来了。首领，你有什么指示吗？首先清理丧尸的任务不变，其次就是按照王教授的要求，为其寻找试验设备、工具，还有试验品。谢谢首领，这样才能体现我的价值。还有就是，最近你们的表现不错，这里面有10多把消音手枪，足够人手1把了。几位队长拿去分了吧。首领万岁！国义，下一批营救目标就放在一些科研人员身上吧。对了，你确定那个全国著名的生物学教授在咱 LZ 市？没错，末日爆发后，他第一时间发出了求救信息。若这2个月没死，应该就可以救出来。这个我已经落实到第1小队了，到时候小明也去。小明，你明天就去找那个戴队长报道，跟他们磨合磨合。去了，你可要听他的指挥。什么？我一个2级进化者还要去听一个1级进化者的命令？小明，你现在虽然是2级进化者，但人家本身就有实力，用身经百战来形容也不足为过。你必须听他的。就是要论泡妞惹事，没人比得上你，但你的这套本事可用不到现在了。可是我怎么现在你是2级进化者了，就不听爷爷和你爸的话了？貌似以前我也没怎么听过你们的话吧？行吧，行吧。国义，接下来的几天，你去盯盯芯片炸弹的研究进度。一旦王教授营救成功，就启动造神行动。是。造神行动就是批量制造进化者。爷爷，你们是想植入芯片炸弹来控制他们？今日他们可以为了些许利益服从我们，他日也会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出卖我们，所以我觉得还是将他们的命掌握在我们手里最保险。对了，这次出去你们留意一下哪里有大量的幸存者。干嘛？基地的人都是熟面孔了，消失多了会引起怀疑的。但搞研究造福人类，推动社会进步是要做出牺牲的。不就是活体试验吗？爷爷，我明白的，没事我就先走。等等，还有一件事。你这次出去遇见幸存者，绝对不要和他们起冲突。这又是为什么？能在末日里存活2个月，就没一个简单的，我怕你玩不过他们。入夜后，逍遥在洗澡，林巧妮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了房间。咦，哥在洗澡？一只丧尸居然在洗澡？他不知道以前的逍遥根本不想看到自己的身体，更害怕一淋水，血水就哗哗往下掉。但现在，除了皮肤颜色和上面血管纹路外，就和普通人类无疑了。哥，你好帅啊！那当然，你以为我当初在学校靠的仅仅是钞票吗？嘿嘿嘿，哥，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了。是吗？现在呢？刚刚是没准备好，现在看来也并不可怕吗？休息吧。接下来的几天，曙光成员依旧很忙碌，清理丧尸、练枪法、搬家，为王教授搜寻试验工具等。而逍遥寻来的进化者尸体也被王教授解剖研究。第2日，正当逍遥他们在谈论下午是否要洗劫小区外500米的中型超市时，在天台值守的人发出了预警：队长，有情况。什么情况？2当家，您看。众人顺着视线望过去，发现有2男4女在一边磕头，一边缓慢跪行。首领2当家，这是啥情况啊？可能这2天看到了我们搬运物资，所以想来投诚，并且表明他们没有敌意吧。那我们该怎么办？当然是吸纳他们了。首领不是说了要扩大势力吗？让他们派个代表上来吧。众人在楼下等待了许久，才终于有个女人来到楼梯通道门外。对于一个饿着肚子、体力本就不支的幸存者来说，这复式楼10层足以要其半条命。大门刚打开，众人就看到了女子跪坐下来，抱住了邱志虎的大腿。别拉拉扯扯的，整理一下情绪，我们领导有话要问你。是。你叫什么？这个女人居然是这个组织的老大。发什么了？我们领导问你话呢。我叫陈欣。你们有几个人？以前有15个。领导，我要举报，他们已经潜伏在这个小区里了，欲对你们不利。你说那些人啊，他们已经去见阎王了。
看到林巧妮如此的惬意和意气风发，跟自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边叹着气，一边流着泪。我们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准确来说，我们只是他们的俘虏、玩物。你们知道每天只有半根火腿肠和一小杯水，只为不让我们饿死，又不让我们有力气反抗的滋味吗？既然你们想加入我们，这是我们组织暂定的章程，你可以翻阅一下，当然也可以拿下去和他们商议。不过我想应该没有这个必要。我代表他们同意加入，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我要赶紧下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那个可以先给我们点吃的吗？我怕我下去了就再也上不来了。王处长，去取6盒牛奶。随后2男4女来到会议室，喝完一些粥后，众人便开始盘问各种信息。他俩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有俩男的？那帮人里面有俩是重庆的。等会你们自行在楼下选择房间休息，我们还有正事要办。这几天多学习学习组织章程，待身体恢复一些就随我们外出杀丧尸。杀丧尸？不杀丧尸，你当这些吃的是西北风刮来的？告诉你们，我们这里每人击杀的丧尸都在3位数以上，上百只。出发吧。相信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里确实有食物物资，但我还是奉劝你们不要动什么歪心思。放心，二当家，他们虚弱成这样，别说我有枪，就算用铁锅也能一拍拍死一个。咦，这位大哥怎么不去和他们一起杀丧尸啊？那边看书的老爷爷年纪忒大了些，不去倒是能理解。不是我，他可是我是首领的男人，用得着出去吗？原来末世也能吃软饭啊，还是得谢谢你们的收留。哼哼，逍遥坐在沙发上，饶有兴趣地望着眼前几个幸存者。原本他并不打算留下的，但他从眼前这人身上嗅到了进化者独有的气血旺盛的味道。不是，谁教你们这样绑的？能吃饱，真好啊！别动哦，不然我就开枪了。你们要干什么？一顿饱和顿顿饱都不明白吗？杀了我们，他们回来会生撕了你。干什么？我要杀光这世上所有的男人。好家伙，又来个脑子有泡的，看来他们这个组织真是人才济济啊。那你怎么还要带上他们2个？说队伍中一个男的都没有，不会让你们怀疑吗？再说了，他们还算男人吗？那些经历又不是我随意编的。吃软饭，你也不是男人。靠！你这个软饭男，你是怎么做到的？这是我们二当家男人没错，但他更是我们的首领。我真是不明白，你们哪来的勇气敢打我们的主意？王大厨去找几根绳子来，把他们绑上。是。王教授，做准备吧，你的试验品来了。是，首领已经准备好了，就连显微镜他们都给我找来了。你们要干什么？这个陈星跟那个女人我要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了。不是，谁教你们这样绑的？活体试验肯定会很痛苦，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你们要面临什么，但如果你们想要自行了断的话，我也给你们这个机会，你们自己考虑吧。我们知道错了，求求你放过我们。林巧妮，你们那边怎么样？报告首领，一切正常。行。我的2个侍卫从昨夜开始就隐隐有些狂暴的状态，只有精神连接后安抚一番才能正常。而且最近2天一只进阶丧尸都没遇到过，总感觉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傍晚时分，众人扛着各种物资回到了10楼，每个人脸上洋溢着疲惫的笑容。这怎么回事？哼！若不是你们还有点用，我现在就一巴掌扇死你们。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么做残忍，若是找到了增加进化概率的方法，那受益的还是我们。首领教授放心，我们都懂的。把他们关在隔壁，3小队分别派个人，24小时看管。跟你说个事。怎么了？我的身份你是知道的，丧尸不会攻击我，所以我不适合一直待在组织里，这样会拖慢我进化的步伐，而我们又需要一个势力来作为后盾，所以我打算退居幕后，以后曙光这个组织明面上的首领就是你。哥，你是在开玩笑吗？还是你在试探我？要是你不愿意，那我就不做这个2当家了，就在你身后当个跟屁虫好了。我认真的呀，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以后除了现有的15人知道我的身份外，对外就称你为首领。那你呢？我呀，我当然是大首领了。好家伙，你俩隔着给自己升职玩是吧？去你的！以后只宣称我们组织有位大首领，但不公布身份。你掌控曙光组织，我掌控你。据说掌控？好吧，好吧，我的大首领，既然您这么信任我，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还有个事，今天下午我又和王教授讨论了一番，大致就是进化的方向总是朝着生物最需求的那一方面进行。比如现在，我每天都在想我要说话，说不定我体内的基因就会朝着这一方面突变。有道理。所以呢？所以需要你帮点小忙，就是可能会让你有些难受，不过忍忍就过去了。什么忙啊？如果我的大脑每天都在发出那方面的渴求，会不会在某天重振雄风呢？那哥你想就是了，难道我还能帮你想吗？哼，想占我便宜还说的那么冠冕堂皇，最可恶的是居然还想要我自己说出来。平常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现在犯起了糊涂？哎呀，巧妮你就帮帮我嘛。啊，等等，哥，我去冲个澡，等下。问君能有几多愁？让我们来助力逍遥重振男人雄风，为我花生。看来又是一夜的。看把我们二当家都折磨成什么样子了。用手谁不会，我自己也能弄一碗。好了，安静。现在我宣布个事情，然后安排今天的任务。就在林巧妮带着一众曙光成员在小区周围搜寻物资后，逍遥也离开了小区。真是奇怪，按照概率来说，这里这么多普通丧尸，那一阶丧尸也应该很多才对啊。莫非这个城市里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一阶丧尸？为了验证他的猜想，逍遥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医院寻找一阶丧尸。一栋门诊大楼紧闭着，或许是当时有人发现外面的情况后将门关了起来。逍遥进入大楼后，看到一只一阶丧尸，立刻将其控制了起来。5分钟后，当逍遥再次出现在大门时，身后已经跟着3只一阶丧尸了。这几只丧尸并不像其他普通丧尸一样在原地徘徊，而是纷纷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看来跟我猜测的一样，绝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们，但是又不知道这些丧尸的目的地究竟在哪里，也不好贸然跟上去，毕竟跟好奇心比起来，还是小命最要紧。随后，逍遥在回去的路上发现了一只美女丧尸，将她带回了小区，并藏在了一处房间里。嘿嘿，我的第一个丧尸同伴就是你了，怎么还有种金屋藏尸的感觉？大首领，我来领个人。你叫什么名字？杨毛月。哪有叫这死人名字的？我们大首领问你话，你最好老实点。没事，杨毛月是吧？就你了。看好他们，我走了。是，大首领。你要干什么？我的同伴饿了。饿了？什么意思？在这之前，他还天真的以为这个大首领想还想着尽力去服侍，万一他舒服了，会饶了自己也说不定。但此刻他才突然明白了那句饿了的含义。别急嘛。他怎么会听你的？因为我也是丧尸啊。吃吧，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你有没有听到尖叫的声音？没事，刚刚大首领带走了个女人，估计在做什么实验吧。不是说等几天让他们恢复体力吗？谁知道呢？或许是造人实验也说不定呢。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你吗？因为你说的没错，丧尸的身体使我失去了母性男人的能力。原来是祸从口出啊！想着他闭上了眼睛，迎接着死亡的来临。下一刻，他的身体剧烈的颤抖起来，变成了一只丧尸。逍遥拔出手枪，朝着他的额头开了一枪。同时，美女丧尸的皮肤也变得皲裂，典型的一阶丧尸特征。光头！我靠，怎么忘了这茬？没想到这丧尸仅仅吃了一个人就进化了。本来还想着今夜换这个美女丧尸来聊聊，总不能我不睡觉就让林巧妮也不睡觉了。先关在这儿吧，看以后能否晋级2阶。LZ 基地会议室中，杨少校已经准备好了发电机和大屏幕。现在由我为你们介绍一下此次营救的目标。首先是第1小队，你们此次的目标是2个人，但这2人应该在同一个小区。此人名叫王祥之，著名生物学、医药学教授。有了他，我们就可以组建生物实验室，研究丧尸，研究病毒。还有个嘛，其实这个人是我外甥女，在这个世上我可能就剩这个亲人了，所以我恳求你们救她回来，拜托各位了。杨少校，你这外甥女叫啥名？你放心，只要她还活着，我们一定救她回来，说不定还能上演一出英雄救美的桥段呢。她叫林巧妮。行，我记住了。报告，我有话要说。你讲。我们对上次遇到的危机和第2小队的覆灭，都是那些幸存者造成的。杨少校，你也知道，人一旦陷入绝望中，就离疯狂不远了。这对我们的威胁很大，所以我们要做出相应的措施。这样不太好吧？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能力营救他们，但也没有必要杀了他们吧。就按你说的去做。对此我要说的是，你们的生命高于一切，在外可以采用各种手段来保证你们的安全。又要下雨了，可以休息1天了。
随后二人走出房间，看到一众曙光成员兴高采烈，打扮得光鲜亮丽，几个女生甚至化了淡妆，喷了香水。哥，你怎么了？香水味道太大，受不了。对哦，哥是丧尸，嗅觉强大，估计受不了香水的浓烈味道。丽霞、吴梦娇、宗怀玉，你们3人过来。你们3个好啊，居然还喷了香水，不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吗？首领，今天不用出去，爱打扮是女人的天性，一下子没忍住就……还有你，一个男的居然也喷香水，把你这个马甲给我拿掉！你是见不得人吗？首领，我们错了。今天你们3人去天台值守，什么时候吹没了香水味道，什么时候下来。是。霞姐，我刚偷听到了，他们中午要吃火锅呢。哼，他们绝对是故意的。队长，这灰蒙蒙的，连个鬼影都没有。你们别说，首领还是很有想法的。这么个天气，要是有危险，发现的时候估计都晚了。而且下雨会掩盖大部分声音，所以我觉得首领是早就这么安排的，只是我们运气不好，撞到枪口了。小姐，我来看看你们。给，这是3个雨衣，首领让我给你们送上来。替我谢谢首领。我会转达的。哦，对了，中午我们吃火锅哦。嘿嘿，滚啊 ！LZ 舰5架武装直升机在雨中起飞了。若是放在平常，这种雨雪天气一般都会取消飞行任务，但现在雨声会很大程度的掩盖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更会淋湿飞行生物的翅膀，让它们飞行极为困难。所以基地还有望借助下雨，毫无阻拦的到达市区。但也正因为能见度非常低，他们根本无法看到地面的前面，也无法看清密密麻麻的丧尸纷纷朝着同一个地方集结，其中还有半数以上的是一阶丧尸。小宗，你过来躲躲，我替你会儿。不用队长，有我在，这种活哪轮得上你们女人啊？这是命令。等下队长，有情况。怎么了？队长，你听着像不像直升机的声音？好像还真是。我记得王教授之前说可能会有军方的人来营救他，你说有没有可能是真的？还真有可能。队长，若真是军方来营救，我们怎么办？有情况，我们在天台听到了直升机飞行的声音。队长，你决定了？我不知道，但我们能听到声音，大首领肯定也能听到，再不汇报就是我们的失职。按理说遇到军方的营救队伍，我们应该高兴才是，但我怎么有种抵触的感觉？你呢？我觉得我们首领是个女人，这一点很不错。我运气差，当初差点死掉，还被逼食人肉，但在这里，包括大首领在内的男人都没有再逼过我。总之，我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李霞低头陷入了沉思，与此同时，楼下也炸锅了。教授，您下他们在天台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您说会不会是军方派来营救您的？太好了，教授，我们有救了！终于有军队来营救我们了。王教授心里一愣，藏在腿边的手抖了一抖，眼角瞥过，他发现逍遥的头微微转了转，疑似在打量着众人。自己这个学生还是太嫩了，虽然看不清大首领的神情，但首领的脸可都已经发黑了。佳明啊，你想去军队吗？难道教授您不带我？是啊，教授，当初您可是说好的，一旦军方前来营救，肯定会带上我的。不，你们误会我了，我哪也不去，就跟着2位首领。教授，你想想，军方那么多人，以您的身份去了以后，肯定身居高位。你们别说了，我意已决。妈的，你们想死，为什么要把我点出来？去把所有人都叫过来。片刻后，所有曙光成员再次齐聚一堂，在下面看守幸存者的几人还云里雾里，一个劲地朝自己附近的人挤眉弄眼，希望可以得到些信息。你们没有猜错，那就是直升机的声音，听起来就降落在隔壁的小区里。那么我想说的是，你们有谁想跟着军方离去，我绝对不会拦着，毕竟你们有选择的权利。有军方的飞机来救援。怎么，你想跟他们走啊？队长别开玩笑了，他们会救我，他们是来救王教授的好吧？我再重申一遍，我不会跟他们走，我警告你们，别再拿我说事了。接着，逍遥朝王教授点了点头，望向了邱志虎。大首领，我当然是紧跟你们的步伐了。大首领，我刚才已经说明我的选择了。大首领，我觉得那个陈曦说的没错，这里就是天堂。逍遥再望向下一个人，他的神情有些慌乱，并没有说话。李阳你，哎。随后，逍遥直接无视了张家明二人，将目光游离在曙光第2小队的李策远和刘雷身上。你们瞧瞧我这身板，估计去了军方不是吃低保当炮灰，就是做苦力。大首领，我们队一下走了俩，还没了队长。要是以后有新人了，我能不能当队长？众人纷纷望着刘雷，又看了看张家明黑着的脸，惊叹他这波异常犀利的操作，还替大首领出了口气。可以，现在开始你就是第2小队队长。为了一个还没见到影子的军方，居然刹那间脱离了组织。
随即，第3小队的宋英林和童建锋下意识地瞟了眼李霞。别想了，你们俩没机会的。那优，我们可是一直很听队长您的话。到我了吗？我哪也不去，就抱着2位首领的大腿了。哎，你们别都盯着我啊！我这个月都胖了10斤了。给张家明、李阳、刘小荣3人准备3天的食物，拿回我们的手枪，等雨停后逐出大牢。是。一区外，坐在废弃小车里的2个尸卫同时钻了出口，朝着旁边的小区迈开了步伐。很快，前方50多米的大楼里持续传来消音的枪声。他们走了。哥，你心情不好？不至于，正好趁这次筛选一下。是呀，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下的。先前还挺担心他们若是都叫嚣着要离开，那可真会伤了哥的心啊。他可是一只丧尸啊，没有吃了他们，反而还带着众人求生，天底下哪还有这么好的事？对了哥，你先前貌似没有问我呢。我相信你。其实我舅舅是 LC 军区的军官，病毒爆发时我们曾联系过，所以外面的飞机也有可能是来找我的。别说了，我知道，若是我要离开，你会杀了我。放心吧，我还没那么傻。你知道就好。哥，如果以后有可能，能把我舅也拉到我们船上来吗？你就舍得放弃军官身份？切，就是个小官，有什么舍不得的？若是上了我们的船，以后他可就是国舅级别的人物。还国舅？你是看书把脑子看坏掉了是吧？嘿嘿，这不是打个比方吗？队长，现在怎么办？我他妈怎么知道？他们不是说飞机降落在隔壁小区吗？我们可以去找啊。那就等雨停了再出去吧。不行，直升机的载客量就那么几个，若是让他们进了小区，知道王教授还活着，那还轮得上我们吗？那我们先去搜把趁手的武器，然后再对下口径，不然怕引起他们的怀疑。另一边，逍遥不得不切断了和尸卫的联系，因为他发现跟尸卫链接越久，体内的能量消耗也就越大，而现在又令他感受到了饥饿。虽然还可以克制，但不禁让他想起了那活人鲜血的美味。刚才大楼里的枪声貌似已经停了，等我补点能量再去看一下。小区外，一只尸卫不着痕迹地转了转，看到了远处被他驱逐的甄家明3人朝这里走来。这女的居然还有心情洗澡。就在距离2只尸卫3、4米的时候，3人直接跪了下来。随后，张家明从身后掏出一块白布来。准备的很充分吗？是跟那6个幸存者学的吗？一段时间后，几个身着迷彩军装的人来到他们身前。你们从哪里来的？对面小区，杀到1品。那里面还有幸存者吗？有的。看看这2人，你们见过吗？这个我认识，是个教授。你认识？那他现在在哪？死了。死了。就在1个月前清理丧尸的时候，不小心被丧尸咬到了，然后我们害怕尸变，就把他杀了。哎，当时王教授说有军方的人要来营救他，还说要带我一起走，可惜。另一个人呢？这不是首领吗？没有印象。咦，这不是林国栋的女儿吗？叫什么妮来着？那他现在在哪？老早就跳楼死了，具体几号我忘了，但我记得那是一个早晨，我跑到窗前向下一看，就看到他已经摔在地上，脑浆都流了一地，然后被丧尸们分尸了。队长，现在怎么办？既然目标都死亡了，那我们这次任务就算失败了，回去等其他小队的信息吧。这就放弃了？这不符合队长的风格吧？老戴啊，老戴，虽然我得听你的命令，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确认一下，毕竟凭这3人的一面之词就放弃了，回去怎么和领导们交代？逍遥看到这个被称为老戴的士兵一副迟疑的表情，但双眼始终都没离开过张家明3人。不过他并没有在3人眼中看出一点点慌张，反倒是有些兴奋，就像巴不得自己去瞧瞧一样。我们可以带路，把里面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你们，只希望到时候你们能带上我们。没错，我们在里面待过一阵子，知道里面的情况。那说说吧。里面有个组织名为曙光，还有战斗人员12名，5名俘虏，每人都配有1把手枪。有这么多枪？没错，里面有2个人战力很强，不只有手枪，还有步枪、散弹枪、狙击枪，而且还是进化者，尤其是那个大首领，我们猜测他估计已经是2阶进化者了。2阶进化者。带队，你拿主意吧。要不去接触一番，看能不能招揽过来，毕竟这也是基地领导们的意思。那这个曙光组织平日行事风格如何？成员倒没什么，就是2个首领特别残暴，这1个月逼着我们清理了小区内外所有的丧尸，搞得我们死了好多人。前几日有一伙快饿死的幸存者来投靠，结果大首领二话不说就杀了那里面最有威胁的人，留下3个女的和2个娘娘腔做活体试验。所以接触的时候要小心一些，说不定他们这会儿已经在想着怎么对付你们了。老戴，既然都确定了目标已经死亡了，要不……是啊，队长，人都死了，还营救啥？
那就上去等其他小队吧。就在三人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只听那个队长再次问道：对了，我很好奇他们怎么没杀了你们3个？或许是我们毕竟也曾属那个组织，怕干掉我们会让其他成员胆寒吧，所以……卧槽，猜的还挺准。你们3的命确实不重要，就怕让其他人产生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好了，我没问题了，我们走吧。哎，求求你带上我们吧！若是你们不管我们，我们可就真没活路了。对不起，我们有任务在身，平民不在我们营救范围内。这位队长，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知道那伙人做人体实验的大概情况。是什么？等你们将我们带回基地，我们一定如实相告。算，领导也没有下这个命令。老戴，咱兄弟们多久没有尝过荤腥了？这一天天的，训练完了就干些脑袋别哭腰带上的事，指不定哪天就挂了。要不让兄弟们乐呵乐呵。对了，我们飞机只有2个空位了。你大哥，现在只有2个人了，就带上我们吧。完美，带队走吧。